晚上睡不着，便出来走走。叶姑娘，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心里一直觉得很奇怪。什么？你说你都已经落在我手里1个月了，黑暗神教怎么就一点行动都没有呢？按理来说，黑暗神教作为中土神州第一势力，如今你这堂堂一位少教主失踪，难道你们教内就一点都不紧张吗？可能他真的不太在意我吧。什么意思？林公子，我虽然身为黑暗神教的少教主，在外人眼中地位无比尊崇，想要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但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却是能够见我父亲一面。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我父亲身为黑暗神教的教主，一心沉醉于武道以及教武之中。在我的印象中，从我记事起，见过他的面绝对不超过10次。那时我只觉得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因此父亲才不喜欢我。于是我为了能够见他，能够得到他的关爱，便让那些叔伯教授我武道。我以为只要我拼命努力，在武道之上超越所有同辈，便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若一个人真的不在意你，无论你多么努力，其实都无法走进那个人的内心。其实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这段时间来与你们相处，我能感觉到黄前辈虽然疯癫，但是对你的感情却无比真挚。他是真的将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而这份感情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林彻，你们是何人？哼，一个死人还有这个必要知道？你，不错，打死我们也不告诉你我们来自骊山。蠢货，来时我便告诫过你，你给我少说话啊！好的，师兄。骊山二老，2位隐士高人，这2位虽然是散修人物，但武道极为强大，即便在中土神州，也少有势力敢于招惹。他们是师兄弟，灰袍老者应该是师兄，而那位短褂老者则是师弟。他这里有些问题。你不能拿自己比划吗？我脑袋又没问题。那位短褂老者虽然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又身为师弟，但却比他师兄更为强大，你小心一些。为何？根据传闻，那位短褂老者武道天赋本就更胜过他师兄，虽然智商受损，但也正因如此，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反而在武道修行中更为有利。明白了，明白了。小丫头倒是有些见识。我们师兄弟已经隐居了20多年，没想到现在的小辈人物居然还能知晓我们2人。我们师兄弟已经隐世了20余年，如果没有特别吸引我们2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愿意出来。既如此，你应该知道我们前来的目的了吧？我们师兄弟在修炼之中都遭遇了瓶颈，或许只有那个传承能够让我们打破桎梏。老夫也不多说什么了，你是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亲自来取？我就说我身上根本没有什么传承，你信吗？你莫不是想说你这个年纪成长到如此程度全凭自己，不可以吗？这可真是老夫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不得不说，你小小年纪脸皮还真是厚啊。闭关出来了。小子，你们可真是个灾星啊，这才离开苍风国多久，就又有麻烦上门了。少说风凉话，这2个老家伙咱们1人对付1个，如何呀？嘿嘿，那可真是太好了。本皇这次境界精进之后，正想找人练练呢，看本皇一会儿将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对了，这2个老家伙什么修为？放心，不是很厉害，这个弱一点的交给你，怎么样？好兄弟，够意思。好，那这个家伙就交给我了。好。方寸剑宗，剑道力量不错，可惜境界差了点。想不到你这小辈在剑道中竟然有如此造诣，以你道武6重的境界，竟然能够发挥出如此战力，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你这是在夸奖我吗？哦，老夫是在惊讶，那道传承究竟有多么神异，竟然能够让你成长到如此地步。老夫现在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呵呵，小辈虽然不得不承认你很优秀，但成长时间毕竟有限，而在这片大陆之上，天无境之下，尽皆蝼蚁。今日无论如何，你是死定了。杀！好强，那就以此来试试我新掌握的武技吧。无量乾坤，这是阴风鬼宗的绝学，你小子怎么会掌握这门武技？秘术开！你
异的境界，那老夫便看看你小子究竟还能有多少诡异之处。天武境，这个老者看上去傻里傻气的，应该要好对付一些。老小子，咱们两个玩玩。好啊好啊。呸呸！你林超，你他妈坑本皇啊！林超，你大爷的！大花猫，来跟我一起玩啊！我玩你妹！大花猫，你不乖，若是被我抓到你，我会惩罚你呀！嘿嘿，我会把你全身的毛拔光哦！我去！嘿嘿嘿嘿，好玩好玩啊！你是在跟我玩捉迷藏吗？好玩啊，真是太好玩了！林彻，这到底是招惹了什么怪物？本皇真是被你坑惨了！小子，你难道便只会如同缩头乌龟一般采取防御姿态吗？怎么，你是想让我不计一切与你对轰？你不敢？我说你还要不要脸了？你我的岁数相差了多少？而你又比我境界高出了多少？你以大欺小也就算了，竟然还想让我放弃优势与你一战，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有本事你将境界压制与我一致，若是我不能一剑解决你，算我输，如何？你好个牙尖嘴利的小畜生！你以为老夫真的奈何不了你们？那老夫今天就让你知道，在天武境强者面前，任你如何妖孽，最终只能是垂死挣扎，天龙钟。天气，小辈，你应该明白天气在天武境强者手中所能发挥出的威力吧？既如此，老夫劝你还是莫要做无谓的抵抗了，受死吧！真不好！神域空间，给我开！怎会如此？小子，你刚刚施展了什么妖法？你体内竟然自成空间！你小子身上竟然有这么多诡异之处，真是让老夫意想不到啊！不过那天龙钟与老夫心神相连，你竟然利用体内空间将其吞噬，岂不是在找死？不可能，那可是老夫的本命天气，怎么可能会感应不到？别白费力气了，好东西。不过现在它是我的了，还有什么底牌，统统使出来，别跟我客气。别浪费时间在那头孽畜身上，先来与老夫共同击杀此子。好的，师兄。别留手，杀了他。嘿嘿，好。这就是天气的威力吗？好厉害！可恶，可恶啊！快将老夫的天气夺回来！是，师兄。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等等，你们不仅以大欺小，还以多欺少。2名天武境的老者对付我一个小辈，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们，不打了，我投降。你小子想要搞什么鬼？不搞什么鬼，反正我也打不赢你们。我拿着那羽化仙门的传承，反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既如此，我还是保全性命要紧，就将那传承交给你们算了。这柄剑就是我当初在羽化仙门得到的东西，其中蕴含着羽化仙门的传承。不过我研究了许久，也没有研究出来此剑究竟有何特殊之处。既然你们想要，拿去就是。传承？师兄，快看呐！我拿到那传承了！蠢货，他在骗你！师兄，你说他骗我？废话，这柄剑连灵气都算不上，他自然是在骗你。这小子诡计多端，你全力出手击杀于他，无论他跟你说什么，都不要信他。是这样吗？你敢骗我，我要杀了你！我没有骗你，这柄剑其中就蕴藏着羽化仙门的传承。不过切记，千万不要轻易催动此剑。嘿嘿，师兄告诫我，无论你小子说什么都不要信。你不让我催动，我偏要催动。师兄，你快看，这不是一柄破剑，真的是一件宝物啊！师兄，要下雨了吗？不是要下雨了，天罚，这是天罚！你这蠢货，老夫这次要被你害死了！快逃！师兄，救我！你不要过来！是你手中那柄古剑在吸引天罚之力，赶快将其扔掉！师兄救我！
师兄，快救我呀！你死了？看来那只眼睛只轰杀催动那柄古剑之人。可是刚刚那只眼睛究竟是什么来历？那是天道之眼。简单来说，你刚刚见到的就是这片世界之中诞生的天道规则，与当初羽化仙门所抗衡的天道规则是同一种东西。什么？仙女前辈，你是说刚刚那便是天道规则？一方世界一个天道，天道本无意识，但如果在某一处世界内的天道诞生了私心，便会制定下天道规则，用来轰杀一切不利于他的因素。就像当初羽化仙门想要脱离这个世界一样，天道认为他们会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会对自己产生威胁，于是才会对他们进行毁灭。对于这柄古剑亦是如此。仙女前辈，你是说天道是从这柄古剑中感应到了威胁，所以才会诛杀催动此剑之人？天地万物相生相克，这个世界诞生了木，便要诞生金以克之；诞生了金，便要诞生火以克之；诞生了火，便要诞生水以克之。这世界诞生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超然物外，独立于世间。这柄剑应该就是天道的半生之物，是专门克制天道的存在。因此凡是催动此剑之人，天道都会将其视为威胁，然后降下天罚，将之毁灭。我这样说，你可明白？明白了，原来这就是这柄剑的来历。刚刚那老者催动此剑，虽然招来了天劫，但也只是一缕天威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的天道力量。让两位道武境强者瞬间灰飞烟灭，竟然只是一缕天威。那两人终究还是太弱了，就算催动此剑，也不可能真正引起天道的重视。不过你要记住，随着此剑催动的越频繁，天道会感应到的威胁越强烈，甚至会逐渐苏醒。因此下一次催动此剑，天道降下的惩罚只会更恐怖。你如果没有把握，最好不要再轻易催动此剑。我明白。仙女前辈，以你的实力能够抗衡那天道规则的力量吗？这跟你有关系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我早就告诉过你，无论你遇到任何困难，最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如果你指望我能够帮你，那你纯粹是想多了。小子，刚刚那两个老家伙就这么死了？是。可是他们是怎么死的？被雷劈死的。哎，你刚刚没有看到吗？可能是他们人品不好，遭报应了吧。既然已经解决了这两人，咱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好。这小子真是比传言之中还要邪门。骊山二老在中土神州地位非凡，没想到竟然会栽在一位少年之手，阁下很巧啊。呵呵，巧什么？说白了，大家都是为了那传承而来，也没必要说这些废话。也对，既如此，那老夫便直言不讳了。这传承我苍雷府要定了，奉劝阁下还是早些放弃为好，省得将自己搭进去。哼，胃口倒是不小，想要这传承，那也得看你苍雷府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看看最终鹿死谁手吧。小子，有人在跟着咱们。我刚刚就已经感应到了，而且对方也没有掩饰的意思。唉，那真是阴魂不散。羽化仙门的传承对于各大势力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他们现在认为传承在你手中，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夺，因此这些阴魂只会越来越多。可是看样子他们目前只是跟踪，似乎还没有出手抢夺的意思。3个原因：第一，你虽然是一位小辈人物，但确实不好对付；第二，你背景很不简单，有4项神功坐镇，让那些势力不得不忌惮；第三，那传承的确是一个烫手山芋，任何一座势力得到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说没有绝对把握，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他们现在虽然没有出手强抢，但总会有按耐不住的时候，到时候你想要保住那传承，恐怕面临的压力将难以想象。林公子，其实以你一个人的力量，想要保住那传承真的很难很难。既如此，你为何不换个思路考虑问题呢？你想说什么？合作。林公子，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与我们黑暗神教合作。你不必了，既然你们想玩，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这里便是当年那处战场吗？根据孤独门主的讲述，当年羽化仙门的资源应该就埋藏在这里。 ，给我开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辈多谢了。这是杀阵玉。没想到此地竟然布置有如此厉害的杀阵。是啊，刚刚那2人在中土神州也算是成名已久的人物，没想到竟然就这样陨落在此地，连一朵浪花都没有掀起。由此看来，刚刚那小子应该是故意的，真是一个阴险的小辈呀。不过此子还是嫩了点，虽然凭借此举坑杀了2位强者，但这样一来也彻底将此处宝藏的位置暴露了出来。面对如此厉害的杀阵，要如何才能介入其中呢？那枚戒指定是如此。诸位聊聊。别废话了，小辈，老夫劝你还是将那……我知道诸位跟随我一路应该已经失去了耐心，那我便直言吧，这枚戒指就是开启那处宝藏的钥匙，凭借此物便能够毫发无损地进入那座大殿。诸位，我愿意将此物交出来。小辈，你到底想搞什么鬼？我是认真的。对于我而言，羽化仙门的宝藏固然珍贵，可我也明白，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将其掌握在手，甚至很可能因为贪恋这些东西而将自己的性命搭进去。经过一番衡量，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性命更为重要。我决定放弃这些东西，将这枚戒指交出去。小辈，你做出这个决定，那还算是有些自知之明。不过晚辈虽然愿意交出此物，但内心却有些为难。你们这么多人，我到底该交给谁呢？晚辈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样吧，我现在将此物进行拍卖，如果有哪位前辈出的价格能够让我满意的话，那么我便将这枚戒指交给谁，如何？小子，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你既然知道此物可能会给你带来威胁，还想凭借此物获利，莫非你当真以为我等不敢杀你？杀我？你来试试啊！我林彻好歹也是4项神功弟子，你们杀我倒是不难，可你们背后的势力真的能够承受4项神功的怒火？小辈，你莫要太嚣张了。4项神功固然强大，但我们既然敢出现在此，便已经想到了之后的风险。你看来一座4项神功是镇不住你们的。那你们看看，此人是谁？他是黑暗神教的少教主。不可能，黑暗神教的少教主，他怎么会？他对我芳心暗许，才自愿跟在我左右。你们若是杀了我，你们要面对的恐怕就不仅仅是4项神功的怒火了。没有反驳？难道这小子说的是真的？你不是说要杀我吗？我就站在这里不动，求你来杀我！来啊！你！老夫何等身份，不与你这小辈一般计较。小辈，老夫只问一句，你刚刚所言当真？当然，我说过，如果你们中有人出价让我满意的话，我愿意将这枚戒指双手奉上。好，此物名为炎阳盾甲，达到了中品天气级别，能够承受天5境强者的攻势。这次拍卖我只要玄药，你这宝物固然珍贵，但我不需要。这枚戒指内有1000万玄药，不知你可否满意？小辈，老夫愿出1300万玄药来购买开启那大殿的信物，你意下如何呀？1500万玄药，此物老朽志在必得。1800万玄药，2000万，3000万玄药。诸位，羽化仙门当初何等鼎盛，我想诸位应该都清楚。这样一座超级势力留下的船厂，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动心吗？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方大佬，一定不会在乎这点小钱的。3000万玄药，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3500万玄药，龙岛神盖。3500万玄药，这个数字你可满意？原来前辈便是龙岛神盖，晚辈久仰大名，前辈身份如此尊崇，应该也清楚那羽化仙门的传承何等珍贵。既如此，那前辈你……小辈须知太过贪婪，可是会付出代价的。老朽奉劝你，还是见好就收吧。3500万玄药对老夫而言的确不算什么，
可老夫愿意出这个价格，也只是不想沾染你身上的因果，或者不想与你这样一位绝世天才结怨。若你再不知足，我虽不会杀你，但从你手中抢夺一物，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成交。很好，多谢了。他得到了那枚开启大殿的信物，3500万玄药，真舍得下本啊！嘿嘿，那是自然。龙岛神盖，即便放眼中土神州，这老者的身份也极不简单。他敢于竞拍，内心应该有这个自信，能够保下那枚信物。自信？呵呵，老夫倒要看看他是否真有这个本事。你真的就这样放弃了那仙门传承？不然呢？你刚刚也看到了，那些觊觎仙门传承之人，每一位都来历不凡。以我现在的实力，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条小鱼，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如果我不选择放弃，恐怕性命都难以保全。既如此，那还不如利用那传承，换取一些实在的好处呢。将那物留下，不然明年的今日，或许便是你的死期。老朽纵横半生，还从未被人如此威胁过。若不是老朽没有时间与你浪费，就凭你这句话，老夫今日必斩你，杀，找死。龙岛神盖，实力果然不容小觑啊！哼，既然知道，那老朽劝你还是不要来送死了。你虽然很强，但老夫也不是吓大的。今日那宝藏，我势在必得。诸位一定要鱼死网破吧！既然诸位如此苦苦相逼，那老夫今日便只能大开杀戒了。谢姑娘，你还要跟着我吗？什么？谢姑娘，说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这一路跟着我，应该就是为了那仙门传承。可现在我已经放弃了那传承了，你又何必还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呢？林公子，你此话何意？当初不是你将我掳来的吗？如今我修为被封印，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你不是想将我一个人抛弃在这荒郊野外吧？难道真的只是我多虑了？终于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突破，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虎兄，帮我护法。嘿嘿，好。如此之多的修炼资源，若是我能够将之全部炼化，不知我的境界将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不知这3500万玄药是否能够如愿以偿，让我顺利突破到天武境界。这世上居然有如此霸道的修炼方法，果然那座大殿之内的宝藏只是一个幌子。他此前如此轻易地将星云阶交出，是因为羽化仙门真正的传承其实一直都在他身上。这门霸道的修炼之法才是羽化仙门真正的传承。一名武者突破之时，也是其最为脆弱的时候。何方鼠辈，胆敢动我兄弟？是你，此前跟随我们那艘云剑的众多强者中，你虽然一直隐藏在暗处，但本皇记得你的气息。你既然一直跟随着我们的云剑，应该也是为了仙门传承而来。我兄弟已经将星云界交出，你不去争夺，却来对我兄弟出手，什么意思？比起仙门传承，我觉得还是从你们手中掠夺那3500万玄药更为现实一些。我兄弟是4象神宫弟子，只是为了一些玄药，难道你就不怕招惹来自己承受不起的因果？此前人多，我自然不会动手。可是如今，在这片荒山野岭之中，我只要不留下你们任何一个活口，又有何人知道是我所为？可恶！你想杀我兄弟就算了，你居然还想连本皇也一起干掉，太过分了！调虎离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少年人，对不住了。叶萧，你先突破，剩下的事情不用管。你之前在故意隐藏实力，莫非你们早已发觉了我们，因此要故意引我出手？先突破。
不好，必须要将这小子从那种玄妙的状态之下打破。让开，或者死，成全你。在我不惜燃烧精血的代价下，你能够承受我2刀，真的很让我意外。不过我没有时间与你浪费了。突破了。是，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已步入天武境界。道武巅峰。道武巅峰？不可能！我身为一名天武境强者，岂会不敌一位道武境界的小辈？小辈，任凭你再妖孽，那今日碰到老夫，也注定难逃一死，是吗？那你尽管来试试。找死！你好快的剑！好兄弟啊，没事吧？你杀他？当然。嘿嘿，本皇可不是吃素的。虽然现在的境界只恢复到了道武巅峰，但这家伙也不过是天武1重之境。本皇想对付他，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厉害，厉害！哎，这有什么可厉害的？若是身处道武巅峰都不能越阶灭杀一位天武1重，那得有多菜？原来这一路上你都可以随时解开体内的封印，我居然到了现在才知晓。如果我没有猜错，你一直隐藏到现在也是为了那仙门传承吧？可是刚刚在我突破之时，应该是你最好的出手机会，你为何最终却没有选择出手啊？对不起，这一路上是我骗了你。不过你要相信，我虽然是为了那传承，但从始至终却没有想过伤害你。叶姑娘，无论如何多谢你。谢我？难道你不怪我这一路上利用了你的信任，欺骗了你吗？你我立场不同，你身为黑暗神教的少教主，自然要为黑暗神教做事，可你最终却选择了帮我。如果你没有出手，我恐怕已经命丧那位黑衣杀手的刀下。我林彻不是不明是非之人，你救了我一命，我自然铭记于心。而且谢姑娘，我们是朋友，不是吗？朋友之间本就应该互相体谅，之前的那些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那就没有必要再计较。从今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好。看来这帮老家伙为了争夺那枚星云戒指还在鏖战呢。走吧，咱们也去凑个热闹。诸位，当真要将老朽逼入绝境，可否给老朽一个面子？哼，沈盖，你在中土神州的确算是一号人物，不过今日来此的哪一个又是简单角色？你真以为凭借一人之力能够独吞下那仙门传承吗？可此物乃是我拍卖得来，你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坏了规则？你们老叫花子，你怎么越活越幼稚了？武道世界以实力为尊，你活了这么大的年纪，莫非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身为一位强者，竟然说出如此幼稚的话语，当真是可笑至极呀！说是能够得到的仙门传承，老朽必然能够打破多年桎梏，迈入一个全新的天地。看来你当真是不愿放弃了。杀了他，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喘息之机。大家一起上，死吧！小辈，你前辈，这才半个时辰不见，你这伤得有点重啊。是，老朽应该是活不了了。小辈，多谢你了。老朽此前执念太深，以为拿到这枚信物便能得到仙门传承，从而打破多年的武道桎梏，迈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呀！然而
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贪婪二字当真是害人不浅呐！只可惜老朽醒悟的太晚了一些，此物老朽无福消受，小辈还是还给你吧。前辈，他死了，小辈放下此物，你可离去。小子，你做什么？这东西是我的。你的？你不是已经将其拍卖出去？我之前是拍卖出去了，可是你们没有看到吗？得到此物那位神盖前辈又将此物归还给我了，他现在还是我的。小辈，我们的耐心有限，不要以为你身上有一些因果存在，你就可以肆意妄为，小心真的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看来你们是真的很想拿到此物啊。那好吧，此物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你此言何意？拍卖，我决定继续拍卖此物。小辈，你这是在玩我等啊！呵呵，前辈何出此言呢？此物你之前已经拍卖过一次，并且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既如此，你就该及时收手。若是太贪得无厌，小心最后引火自焚呢。前辈，这枚信物我之前的确拍卖了出去，然而买主却又将其归还给我，因此我有处置权。况且上次拍卖各位似乎也没出过1分钱吧？那你们有何资格说我贪得无厌？莫非你们想白嫖？各位只要凭借这一枚信物，便能进入那座宝藏大殿，从而获得羽化仙门的珍贵传承。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心动吧。而现在摆在各位眼前的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晚辈愿意再次拍卖此物，而这一次我决定降价3000万玄药，只需要3000万玄药，晚辈便会将此物拱手送上。3000万玄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各位若是有意的话，速速出价吧。小辈，老夫没有时间与你耽误，既然你不愿交出此物，那老夫还是亲自来取吧。想抢？诸位，我林彻可不是任由你们拿捏的软柿子，你们想出手抢夺，也得问问我手中的剑答不答应。这少年身上有大诡异。不错，此前我等都曾暗中跟着他，可以察觉到他的境界不过道5、6传，然而这才短短半日不见，他的修为居然暴涨到了如此地步，简直闻所未闻呢。诸位可曾听说过法不责众？大家一起上，将此子乱掌封杀。思想神功即便想要报复，恐怕也不敢同时得罪我们这么多强者，这么多势力。此计甚妙，那就一起出手杀了他。老子就不怕别人跟我玩狠的，既然你们想杀我，那老子就带你们一起渡劫。什么鬼？不好！神域空间，给我开启！你这小混蛋，是将本天女的栖身之地当成你的避难所了吗？诸位，不是要杀我吗？来啊，继续互相伤害啊！那柄古剑究竟是什么来历呀？你们不是想杀我吗？现在我就站在这里，你们怎么不动手了？小辈到底想如何？我想如何？我本来只想与各位谈一笔生意，我知道各位都很想要我手中这杯信物，可我一开始也没想据为己有啊。到了如今这个局面，完全是你们逼我的。其实只要你们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价格，到时候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可你们却非要将此事变得复杂。这样吧，虽然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也不是真的想与各位前辈鱼死网破。咱们继续回归主题，你们出价吧。此子如此需要修炼资源，莫非他真的具有快速炼化这些资源的能力？定是如此啊，若不然他怎么可能在短短半日之内修为暴涨了如此之多？那这样看来，咱们现在每付出一份资源，
就会成就这少年一份，到头来咱们很可能是在做法自毙，要不得呀！呵呵，你们继续争夺吧，老夫可不陪你们玩了。站住！你们今天谁也不能走。你说什么？小辈可莫要太过分了。当初我千方百计地避着你们，你们一个个却犹如复古之躯，不断地对我进行追踪暗杀。现在我不胜其烦之下，终于决定豁出性命陪你们玩。你们说不玩就不玩了，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们各自背后都应该有势力传承吧？你们谁敢离开，我以后便拿着这柄古剑跑到你们地盘上去渡劫，我看你们今天哪一个敢走。开价！小辈，你这是在玩火呀？是啊，可那又如何呀？我就站在这里求你们来杀我呀！你们阴风鬼宗。天哪，此人是阴风鬼宗的宗主殷千商。林彻，你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过你的名字。在天武大陆年轻一代中，你还是第一个能够让我记住名字的小辈人物。听你这样说来，这应该是我的荣幸了。是你的荣幸，但也是你的不幸。所以阁下这次来，不仅是为了的仙门传承，果然是一个聪明人。不错，我这次来除了仙门传承之外，也是为了取你的性命。据说我宗的五长老便是死在了你的手中。是，以五长老的实力，竟然会死在你这样一位少年手中。不得不承认，你的天资当真是有些惊人了。不过也正是因此，你才必须要死。若是放任你成长下去，恐怕我阴风鬼宗上下以后都将会寝食难安呢。所以这就是必杀我的理由。是，好了，与你说这番话已经是本宗主对你这样一位天才的尊重，接下来也没有废话的必要了，你可以安心上路了。等等，怎么？莫非你还有什么遗言吗？你不能杀我！你是在逗我吗？阁下身为一宗之主，肯亲自前来，要杀我恐怕还在其次，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仙门传承吧。如果你杀了我，那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仙门传承。你此言何意？之前出现的藏宝殿其实只是一个幌子，里面不仅没有什么造化传承，其中还遍布着杀气。你的意思是说，那大殿是一座陷阱？是，我将他们吸引过来，其实就是为了利用这座陷阱，将他们这些觊觎仙门传承的强者技术坑杀。什么？那大殿是一座陷阱？不可能！之前老夫亲眼所见，那大殿之内光华流转，必然是埋藏了重宝，怎么可能是什么陷阱？凡事不可武断，老夫倒觉得仙门传承如此重要，当年的羽化仙门为了守护这处宝藏，真的留下了一座绝杀陷阱，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不错，这小子年龄虽小，但行事极为阴险狡诈。如果那大殿不是一个陷阱，他此前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交出开启大殿的钥匙？如果按你所言，那真正的仙门传承在何处？真正的仙门传承其实一直在我身上。这是我体内形成这片特殊空间，才是仙门传承的真正所在。这片空间已经与我融为一体，如果阁下杀了我，那仙门传承也将彻底消失。如何证明你所言真假？如果阁下不信，可以亲自进入这片空间验证，我绝不反抗。真的，我要杀你，为何还要告诉我这些？为了求生，我知道以阁下的实力，想要杀我简直易如反掌，我如何反抗都没有一丝活命的可能。既如此，我只能做出这个选择。只要阁下进入我体内空间，拿到真正的仙门传承之后，愿意放我一马，那就足够了。那仙门传承如此珍贵，你果真舍得？就算不舍得又如何？与那传承相比，还是在下的性命更重要一些。我想只要不是一个愚蠢之人，都会做出我这样的选择。你这小辈倒是一个聪明人。你宗主莫要相信这小子的鬼话呀，这小子天性阴险，他体内似乎隐藏着一位禁忌存在，邪门的很。当初五长老便是因为进入他体内空间，才会惨遭陨落的。你刚刚是在骗我？晚辈所言千真万确，仙门传承就在我体内。不过
确实也有着一层禁忌守护。当初你们那位武长老境界不过天武地阶，他是修为弱了一些，才会遭遇到反噬而陨落。不过殷宗主你公参造化，难道还怕一个小小的禁忌吗？殷宗主若是不信，那晚辈也没有办法，你尽管动手杀了我吧。如此一来，那让世人都为之觊觎的仙门传承就此追随我消失于世间，我死也算值了。没关系，无论是真是假，本宗主亲自验证一番也就清楚。宗主万万不可冒险呐！好了，莫非这世上还有什么存在能够威胁到本宗主吗？难道仙门传承真的在这少年体内？应该不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多的诡计也是枉然。面对殷宗主这等绝世强者，这少年还敢耍什么花招不成？这少年实在是太邪门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你的，可你应该没想到，仙女前辈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吧？只能说，算你倒霉了啊！分身，我真是太笨了。以殷千商的境界，怎么可能没有凝聚分身的能力啊？原来那进入我体内空间的，只是此人的一道分身，根本就不是他的本体，还不算太蠢。宗主大人没有陨落，想不到你竟然如此阴险。看你的岁数，怎么也有个几百岁了吧？与你相比，我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呀！你身为一宗之主，武道界宗师级的人物，竟然会对一个小孩子如此防备，你还有没有人性啊？回我一句分身，真是该死啊！前辈，其实我真没有骗你，那仙门传承真的在我体内，可能是你分身的实力不够，若不然你本体再进去试试。你觉得我像白痴吗？小子，虽然不知道你体内究竟有什么诡异存在，可从你的表现来看，你根本无法将其召唤出来，你只能引我进入其中。既如此，我若在外界杀你，你体内那位存在恐怕也无法插手。我已经与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现在没有兴趣再陪你玩下去了，你可以去死了。这门武技你从何处学来？这是小爷自创的武技。放肆！好个无耻小辈，这分明是我宗绝学，你偷师也就算了，还敢如此大言不惭。不过你居然妄图以我宗绝学来抵抗本宗主的攻势，未免也太不知天高地厚。说是我死之前能够拉着一位绝世强者给我垫背，那也值了。公主，你过来。公主，你怎么来了？你是我四象神宫的弟子，眼下这么多老辈人物以大欺小，我如果不来，岂不是让世人以为我们四象神宫很好欺负？有道理。朱雀公主，呵呵，本公主早就猜到，我若杀了这小子，四象神宫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现在你们四象神宫终于肯入场了吗？我们四象神宫一直没有动作，是因为错估了形势，以为只要我们不入场，各大势力便会遵守武道界的规矩，不会对一位小辈太过分的。可是现在看来，我们还真是高估了各大势力的品德，尤其是你们阴风鬼宗。殷千商，你身为一宗之主，竟然亲自对我们四象神宫的一位弟子痛下杀手，你是不是有些太无耻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本宗主可不会在乎什么名声。今日那仙门传承，我阴风鬼宗势在必得。今日如果来的是四象神宫的巅峰战力，身为你大师兄的青龙公主，或许能够让我忌惮一二。可如今仅凭你一位朱雀公主，是不可能阻挡得住老夫的步伐的。那就试试。知道仙门传承的真正所在吗？那你去，这里交给我。公主，你打得过他吗？要不你来。那你废什么话？我很怕你死了。我会小心的。以你现在的实力，留在这里也改变不了任何形势，还是先将那传承拿到手，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好，想走，走得掉。
殷先生，我还在这里呢。你想对我四象神宫的弟子出手，也得先经过我的同意。咱们四象神宫没有其他帮手前来吗？有，不过我担心你遭遇不测，因此选择了横渡虚空。其余之人还在后面，赶过来估计还需要一些时间。你先走。拦住他们。是。要帮忙吗？这些人很强，你能帮得上忙吗？我有这么弱吗？也是啊，我现在连你都打不过，是挺弱的。不过我虽然打不过他们，还可以喊人啊。喊人？叫我一声好听的，我有办法帮你。真的，老婆？谁让你喊这个的？我让你叫姐。姐。这一路上你我都在扮演夫妻，你虽然没有做出什么逾矩的事情，但口头上也占了我不少便宜。我让你叫我一声姐，咱们本来算是扯平了，只是我没想到你这家伙脸皮这么厚，如此轻易便喊了出来。我怎么突然感觉自己还是吃亏了呢？算了，看在咱们是朋友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少教主，是要动手了吗？哎，住手！计划有变，林公子现在不是咱们的敌人，我将你们叫来是要你们帮他的。这两人是影神卫，在我们黑暗神教，除了我父亲与三大祭师之外，他们便是教内最强的存在。影神卫共有7人，而其中只有这2位是女子。所以这一路上，他们一直都在暗中。黄云前辈的灵识如此强大，他们自然不可能一直跟随，不然早就被发现了。他们是在离开苍风国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与他们有特殊的联系方式，因此才会知道他们2人的踪迹，一直都在这附近。谢姑娘，既然你也是为了仙门传承，那你为何现在要帮我？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你掌握着仙门传承，却能够在这么多老妖怪觊觎之下，与他们周旋至今，从这一点便能够看出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既然如此，那为何这一路上你都没有发觉我在骗你？为何？林公子，其实你喜欢我，对吗？我喜欢你，谢姑娘，你莫不是误会了什么吧？开个玩笑，你这么紧张做什么？林公子，你在这个年纪能够达到这个成就，真的已经很出色了。但其实你有没有发觉自己一直有一个软肋？什么？你对感情太过看重了。咱们虽然接触时间很短，但我从你对黄云前辈的感情，以及你对苍风国那些朋友的义气，便能看出你是一个对感情十分重视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只要你心里认定的朋友，你都会无条件的去信任。还是那句话，你能够与那些老妖怪周旋至今，证明你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可是你一路上却没有发觉我在骗你，这是因为你在潜意识里已经将我当成了朋友，对吗？是。太看重感情，毫无疑问会成为自己的弱点。不过林公子，我却很欣赏你这个弱点。欣赏？若一个人没有感情，即便以后成就再高，也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种人是不值得敬佩的。林公子，正是因为你对我有足够的信任，我才觉得自己不能暗地里算计你。除此之外，真正让我改变主意的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黑暗神教想要得到仙门传承，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可是想要巩固地位，却不一定非要增加自身的实力。事实上，还可以结交一位足够强大的朋友。林公子，以你表现出的天赋来看，未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从你重视感情的方面来看，你绝不会背叛自己的盟友。那么，我们黑暗神教结交下你这个朋友，即便有一天黑暗神教衰落了，但只要你还活着，便可以保我教长存不灭。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不是吗？叶姑娘，能够结交你这位朋友，是我林彻的荣幸。莫说了，我们尽力帮你抵挡下这些武者。不过，从眼下的局势来看，我们最多只能支撑1个时辰左右。1个时辰足够了。虎兄，走，该干活了。好，拦住他们。局势升级了。是啊，原本以为咱们就是争夺仙门传承的主力，可是没想到这才短短半日时间，阴风鬼宗、黑暗神教、四象神宫3座超然势力便齐齐现身，参与到了其中。可是那小子眼看就要得手了，咱们还抢吗？抢个屁呀！我现在看出来了，那仙门传承便是一张催命符啊！这才过去多久，就已经最少有10位强者陨落在此。况且以咱们的背景，就算抢夺到手，可等到场内那3座超然势力分出一个胜负，会放过得手之人吗？我看这仙门传承根本就不是咱们这个级别能够染指的东西，还是赶紧回家洗洗睡吧。
这就是羽化仙门的宝藏。传说中，羽化仙门覆灭之前，将宗门内所有的武道资源都埋藏在了其中。走，这里怎么回事？咱们不是进入了一座大殿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那座大殿的入口是一座传送大阵，将咱们传送到了一片未知的地狱？不是的，咱们现在还处于那座大殿之内，只不过那大殿内自成空间，与外界截然不同，因此咱们进入其中就像是来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一般。能够开辟这样一处空间，当年羽化仙门的手笔还真是惊人呢。走，咱们去前方搜寻一番。好。不可能啊！当初羽化仙门如此强盛，宗门内的武道资源一定无比丰盛。如果他们真的将那些资源放置在这里，其中散发出的灵气一定早就被我察觉到了。可是现在我居然没有感应到一丝一毫的灵气波动。小子，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咱们刚刚飞过大半区域，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片内部空间的形状就像是一座坟？坟？什么意思啊？古人云呐，古人云呐，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简单来说，天与圆象征着运动，而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所以在古人看来，天圆地方也象征着天人合一，因此古人便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了建筑之中，而其中运用最多的便是坟墓。而如今咱们所处的这片空间也符合天圆地方的构造，本皇当年见过不少强者大墓，与这里都极为相似。你是说咱们现在很可能在一座墓中？本皇一进入此地就感觉到了一丝诡异。不知你有没有发觉，这一路上就仿佛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暗中盯着咱们一样。你是不是盗墓这种缺德事儿干多了，心理压力太大，有些魔怔了？你别搁这吓人啊！毕竟狗能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你说什么啊？我说虎兄你血脉非凡。走吧，咱们抓紧时间去前面看看。这是一座大阵。小子，你快看上方！嗨，你瞧瞧，小子，本皇早就跟你说过，这绝对是一处大墓，你竟然还质疑本皇的专业。现在看到了吧？这处空间如果不是大墓深处，怎么会出现一口棺材呢？这里不是羽化仙门当初埋葬武道资源的地方吗？你激动个什么？难道这口棺中埋葬的人是他？小子，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虎兄，这口棺能开吗？你想开启此棺，不行吗？当然可以。这里布置的如此神秘，本皇也想看看这棺内究竟是何方神圣。你确定？我看这口棺材呈现血红之色。谁告诉你的？在古时，红棺的确有镇妖邪的说法不过更多意义上代表着喜丧，因为红色本身就寓意着吉祥，而善终本是五福之一，因此只有寿终正寝之人才能以红棺入葬。至于黑棺，虽然显得庄重肃穆，但其实在古代那是给自杀、早丧或死于战乱的人使用的，也就是说死于非命才会用黑色棺材。当然无论是什么颜色的棺材，其实都是生者对于死者的一种精神寄托，其实哪有这么多讲究啊？你小子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如此迷信呢？本皇这些年走南闯北，什么阵仗没见过，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邪异的事情，你尽管开棺就是。哇，是一个美女！果然是她，怪不得当初在羽化仙门没有见到其祖师墓葬，原来当年这位一手建立了羽化仙门的人杰，竟然被埋葬在了这里。虎兄，这是什么？神元？那是什么？是一种能够封印武者的特殊物质，利用此物可以将任何生命体封印，达到延续生命的效果。但这种宝物即便是在上位世界也极其罕见，没想到天武大陆之上竟然也有诞生。你是说他可能还活着？什么情况？神元破碎，封印解除，难道这女人真要苏醒过来？退！感觉这一觉睡了好久呢，舒服。前辈，是你啊，好久不见了。你是羽化仙门的弟子？晚辈林彻，
不是羽化仙门的弟子，但是与羽化仙门渊源颇深。哦，你既不是羽化仙门弟子，怎会持有此剑？你……前辈，我真不是羽化仙门弟子。至于我为何持有这2件物品，其实是因为……前辈，我若说出来，还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啊。一旦说无妨。前辈，其实羽化仙门在100年前已经覆灭了。什么？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晚辈不敢妄言，句句所言属实。愚蠢，愚蠢！当年我全盛之时，也不曾正面与天道抗衡，并且留下过训诫，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不可轻举妄动。这帮不孝弟子，居然如此不自量力，简直愚蠢到了极点。前辈，莫非他们不知道你有一日会苏醒？他们自然不知晓，当初我以神元子封，他们都以为我已逝世。前辈，那你为何不告诉他们这些呀？如果他们知道前辈你还活着，或许也不会做出这等选择。我将自己封印起来，乃是为了布置下一场棋局。但如果知道这则消息的人多了，我这一步棋还如何走？小贝，羽化仙门创建300年后，距今多久了？大概有1000年了吧。这样说来，我沉睡了1000年，与我预估中苏醒的时间相差无几。那这个时代，天命之子应该已经诞生了吧？天命之子，恕晚辈不知。你不知？你本就身为天命之子，你怎么会不知呢？前辈在说什么？晚辈真的不明白。不必演戏了。圣武遗迹中有一座圣山，传闻中只要登上那座圣山之巅，便能印证天命之子的传言。这座山我曾经上去过，你不用这么惊讶。那天机老人布置的圣武遗迹虽然诡秘莫测，但他巅峰之时也未曾达到过天武极境。以我当年的实力，想要通过他的考验，自然不是一件难事。因果，按照天界老人的预言，天武大陆未来将会遭遇一场浩劫，届时会诞生一位天命之子，力挽天青。我本以为那个人是我，可是在我见到天界老人之后，他却告诉我，他要等的人不是我。要知道，当时的我已经举世无敌，即便追溯历史长河，在这个世界诞生过的无数强者中，也无一人可掩盖无知光芒。可是他竟然说能够挽救这个世界的人不是我，可笑，简直可笑至极。在最初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很愤怒，真的很愤怒。我本想一剑葬了那处遗迹，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有这样做。前辈，你的成就如此之高，天机前辈也有所不及，你为何对于天机前辈的预言如此在意呢？你不懂，命运、因果这些东西太过虚无缥缈，这个世界没有人相信这些，是因为他们太弱了。若是真的达到一定境界后，在武道之路上走得越远，你越会笃信这些东西的存在。武道成就方面，天界老人虽然不及我，但他在宿命因果之上的感悟却不得不让人佩服。当然，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当年我曾踏遍天武大陆，虽然没有找到能接我一剑的对手，但我却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别忘了，这柄剑还有天道规则，都是我第一发现的。除此之外，还有异族。前辈，你知道异族的存在？知道这片世界为何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天武境界吗？据晚辈所知，是因为天道规则。天道本无意识，既如此，天道是不会主动灭杀生灵的。而之所以这方世界的天道诞生出了杀戮规则，是因为有人逆转了天道。能够逆转天道规则，天武大陆之上绝没有人能够做到。既然是这样，那就一定是超脱这个世界之外的存在，对这里的天道规则动了手脚。那他们为何这样做呀？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天武大陆的武者无法走出这片世界。当初我在一片海域中发现了一件至宝，我想他们是为了得到此物。前辈，那件至宝究竟是什么呀？一颗种子。当初我发现那颗种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何物，但我却能感受到，那绝对是一件至宝，一个本不该诞生在这片世界的至宝。可惜的是，当初我发现这颗种子的时候，此物并没有成熟。最诡异的是，这颗种子似乎正在吸收这片世界的本源。前辈此言何意？这颗种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但我猜想，天武大陆的灵气之所以如此稀薄，应该就是与此有关。这片世界的本源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这颗种子掠夺了，这种情况应该会一直持续到这颗种子彻底成熟。同理，这个世界
武者无法超越天武境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一旦有武者达到天武极境，无论再如何修炼出的灵气都会被这颗种子掠夺。我明白了，天魔族应该早已发现了这颗种子，想要据为己有，却迟迟没有动手，因为这颗种子还没有成熟。他们逆转天道规则，限制这里的武者离开，就是为了不断剥削这片世界的武者，让他们给这颗种子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加速其成熟的时间。灵武、玄武、道武、天武，在这片世界不知有多少人前赴后继，以为步入天武境便能够抵达巅峰处，俯瞰众生。然而谁会想到，即便是通过不懈努力，有一天达到了这片世界的顶峰，却也只不过是他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至于天武之下的武者，更是连棋子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群蝼蚁。小子，你现在的境界是道武巅峰。是。好强的天赋，当年我20岁的时候才达到这一境界，看你的年龄似乎还不足20岁，由此可见，你比当时的我还要优秀许多。天启老人果然有过人之处，或许也只有你这等天资，才能称之为天命之子吧。以你现在的成长速度推算，你达到天武极境最多不超过30岁。一名武者迈入天武境，寿元可增长到350岁左右。你有没有想过，即便你达到天武极境，可未来的300年间，你的境界却不会再有任何突破。无论你再如何努力，都无法打破这个桎梏，始终都会停留在原地。如此，你是否觉得自己的修行还有意义？有时候人越接近真相，便会越感觉到绝望。当年的我，洞悉了这些真相后，我预知自己以后都将在这种情况下蹉跎岁月，便充满了彷徨与迷茫。到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我不是出生在这片土地，我本该见识到宇宙的广阔。那些异族，他们凭什么能够左右我的命运？当初我发现了那颗种子的时候，推断出距离它成熟最少还需要1000年时间。可惜时不我待，当时的我已经接近生命的末期，根本无法支撑到那个时候。因此我以深渊自封，便是为了在千年之后醒来，真正赶上这个时代。前辈，你是想抢夺那颗种子？有何不可？那天魔族为此布置了如此之久，一定势在必得。前辈真有自信能争得过他们？知道天道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吗？守护。对于下位世界而言，天道的存在本是为了守护这里。异族虽然逆转天道，但却无法改变天道的本质。这意味着，即便那些异族强者降临，也必须将境界压制在天武境之内，否则也将受到天道规则的惩罚。大家都是天武境，怕他们个卵！况且，即便敌不过他们又如何？与其默默无闻的死去，不如轰轰烈烈的战死，最少此生无愧。那颗种子虽然我不知道是何物，但能够让异族如此觊觎，必然是一件至宝。只要能够争夺到手，或许便能让我真正摆脱这片世界的束缚。历经千年，这颗种子即将成熟，那些异族强者应该也已经行动起来，这一天就要到来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有最后一步棋要走。小子，告诉我实话，你是天命之子吗？不是。记得当初我登上圣山之巅，曾让天启老人为我卜过一卦。根据卦象显示，我与天命之子间有极大的因果。而如今来到此地将我唤醒的人是你，我第一眼见到的人也是你。你承不承认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子，我想从你身上借一样东西。什么？命格。既然天启老人说你能改变天武大陆的命运，而你未来的成就应该不限于这片世界，如果我能够与你互换命格，将来与异族一战，我赢的把握岂不是更大一些？前辈，封建迷信害死人呐！天机老人的卦象未必就是准的，我这人从小就倒霉，你与我互换命格，你一定会后悔的。是吗？方寸剑宗，小子，在我面前玩剑，不得不说你勇气可嘉呀。一剑轮回，此剑术你用得很好啊。不过你似乎不太清楚，这门剑术当年正是我所创造的。哎，吾那小娘皮竟敢对我兄弟动手，吃本皇一枪！哎呦呦呦呦呦！他疼死本皇了！
虎兄，不会死了吧？借你命格一用，待我破了异族布下的这场局，整个天武大陆会记住你的贡献。前辈，别冲动，有事好商量。你身为一代宗师，天武大陆第一人，不应该对自身充满着无敌的自信吗？你怎么能宁愿相信那虚无缥缈的宿命论，也不相信自己呢？住手啊！我还是个孩子呀！你太过分了！不用做无谓的挣扎了，你放心，我只要你的命格，不会要你的性命。命格被夺，那我还是我吗？快了就快了，好强的命格！怎会如此？你的血脉怎会如此诡异？血脉？你……当年我以深渊子封的时候，便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末期，本以为掠夺你的命格可以让我的生命延续下去，可没想到最终竟然会功亏一篑。天机，你看我！小贝，好久不见。天机前辈，时隔1000年，你我又见面了。给我一个交代。你想要什么交代？当初我登上圣山之巅，曾经让你给我卜过一卦，你说我与天命之子之间有极大因果，那么现在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你觉得我的卦不灵？灵吗？我没有骗你，你与天命之子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因果，可这个因果不是让你取而代之，而是让你成全他。你此言何意？天将大乱，邪妄丛生，天武大陆不久后便会迎来一场浩劫。以此子目前的境界，想要阻止这一切，自然力所不及。因此，他需要你的成全。这就是我与他之间的因果。好一个因果！原来从始至终不是他成全我，而是我要成全他。天机，你早已知晓一切，却没有告知于我。你给我布下了一场局，此子到底是何来历？此子的命格极为特殊，我看不透。你洞悉天机，能预知万年之前，居然看不透一个少年的命格。这少年有些诡异。当初我的确曾推演过他的一切，可却没有任何收获，只有2个可能。如果不是他身上因果太重，那便是有人为他逆天改命，遮掩了他本来的命格。以我的能力，自然无法洞悉。你祖上是何人？不知。你连自己祖宗都不知道？我连自己父母是谁都不清楚，不知道自己祖宗，很奇怪吗？无论他祖上是谁，单以他的血脉而言，他的来历都绝不简单。你想炼化他的命运？你早知他命格不凡，我根本融合不了，但你当初却只字不提，你故意坑我。天意如此，不可逆也。天意？好一个天意！天机，你以为你真的能赢我吗？我为了今天不惜将自己封印1000年，最终却功亏一篑。既然我已走到生命尽头，再没有什么希望，那我还有什么可在乎的？毁灭吧，我还可以带着你们一起毁灭，这样此局便没有赢家。住手！不自量力！你不怕死？我早就死了。如今这缕残魂，就算不死在你的剑下，应该也支撑不了多久。死亡对我而言是一种解脱。那你就不怕我灭了你的魂后再诛杀此子？那你创造圣武遗迹，苦心经营布下的这场棋局，岂不是满盘皆输？你不会杀他的。以你的实力，杀他不过1念之间。可你刚刚只是逼退，证明你心中对他并无杀念。你就这么肯定？当年你偶然窥得一缕天机，预知了万年后的一场浩劫，于是你创造了圣武遗迹。此后，耶律残魂更是坚守万年。可你有没有想过，即便一切如你所愿，在不久的将来，这片世界不再被封困，可那个时候，你这缕残魂也已烟消云散，你甚至连看一眼外面世界的机会都没有。你做的这一切，
有什么意义吗？若一个人不曾见过光明，那么他本可以忍受黑暗。到了你我这等高度，明知自己被困在了一座牢笼中，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但终其一生却无法走出这片牢笼。我问你，真的甘心吗？我做的一切或许对我个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只要能够破开这座牢笼，那我这一生便是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我会倒在黎明前那一刻。不得不说，你是一位值得让人敬佩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对手的话，你说的对，这世上终归要有人负重前行，可我无法做到像你那样高尚。其实你我都一样，在我们眼中，恐怕这世上没有比自由更珍贵的东西。你我都渴望冲破枷锁，只不过比起我来，你更相信自己。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还有一点，你之前说，如果我们一起走向灭亡，这场棋局便没有赢家，那你就错了。如果我们两个都输了，那一族毫无悬念将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再无人可阻止他们。其实我们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彼此，如果这真是一场棋局的话，那我们何不联手赢他一把大的？他真能做到吗？天意难料，在这场棋局结束之前，谁也无法预料胜负，更何况我们本身就处于极端劣势的一方。你我都清楚，赢的几率很小很小，可无论如何，他现在是唯一的希望。或许真是天意如此吧。我为了今日布置了太久，最终却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结果，我心中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但你说的很对，我不能将失败归咎于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真正应该痛恨的是异族。如果不是他们，我何至于此？你联手，无论能赢他们的几率有多么渺茫，甚至结果我也可以不在乎，但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好，你过来，我不伤害你就是。前辈，你有什么话直说就好，我站这里能听到。3个数，1、2。前辈，有事您说。不是吧？还来？剑经，此剑经融合了我一生的剑道感悟。我观你是一名剑修，而且剑道天赋极为不凡，小小年纪便已经达到了方寸剑宗的境界。若你能参悟这些经验，应该要不了多久便能突破剑皇之境。对于这方世界而言，剑皇境界已经是极致，你的天赋想达到这一境界不难。不过你这武道境界是差了一点。前辈，你有药吗？前辈，你有药吗？怎么，你有病？前辈，我说的是玄药啊。前辈，我此前来的时候听闻这里是羽化仙门埋藏资源的地方，可是我进来的时候经过一番四处搜寻，却没有任何发现。你要那些资源做什么？修炼。前辈，咱们现在处于同一阵营，将来对抗异族入侵的时候，或许咱们还会并肩作战。可是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多半帮不上什么忙，甚至还会成为前辈您的拖累。对我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便是提升境界，因此我很需要那些资源。你是想利用那些资源提升境界？是。身为武者，即便有足够的资源，想要炼化也非一朝一夕。纵然你天资惊人，可通过这个方法踏入天武境界，最少也需要数年时间吧？这有何区别吗？前辈，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源，我有信心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至天武境。你此言何意？请前辈相信在下能够做到。至于方法，前辈一会儿自会知晓。那好吧，那你随我来吧，我带你去寻那些资源宝藏。宝藏哪儿呢？虎兄，你不是晕了吗？你刚才是在装晕呢。别说那么难听嘛，这小娘皮实在厉害，本皇那叫避其锋芒。随我来。灵脉，羽化仙门竟然在这里
埋藏了一条灵脉，这到底是多么壮大的灵脉，才能形成这等异象啊？这里的灵脉已经与地势相融，甚至已经诞生了灵性，感应到武者的气息后，会刻意躲藏于地下。如果不刻意观察，自然很难发现他的行踪。前辈，这条灵脉，此灵脉足以支撑一位道武巅峰武者，踏入天武极境。不过，天赋卓越者最少需要数十年光阴，不眠不休，才能将之炼化一空。若天赋稍差，这个时间便有可能增长到100年之久。至于你，天赋绝不弱于我。当年我在25岁达到天武奇境，照这样估算的话，你想炼化这些资源，最少需要5年时间。用不了那么久3年。3天。你怎么不上天啊？晚辈没有在开玩笑，这条灵脉我能够在3天之内将其炼化。前辈若是不信，我现在便能给你演示一番。你随意。什么鬼？你……前辈，你快跑吧！什么？前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此前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殷千商的家伙，便是准备入侵此地。算一算时间，他现在应该就快要进来了。殷千商？这殷千商乃是阴风鬼宗的宗主。至于阴风鬼宗，是如今天武大陆最强大的势力，麾下强者众多。即便与当年鼎盛时期的羽化仙门相比，那也是不遑多让。最关键的是，这殷千商极为嚣张，晚辈早就听闻过，他曾在大陆之上放出豪言，言称当初被誉为第一势力的羽化仙门，不过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若不是他晚生一个时代，羽化仙门必将臣服于他脚下。至于创立了羽化仙门的美女祖师，也只能沦为他的玩物。现在看来，那殷千商想要进入此地，很可能就是为了对付前辈你的。忽悠，接着忽悠。你说的那位殷千商，多半是你的敌人吧？你这激将法用得好啊！不过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凭你这小家伙想套路我，你还太嫩了一些呢。凭你这小家伙想套路我，你还太嫩了一些呢。其实你想让我出手，又何必那么麻烦呢？如今在我与天机的眼中，你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你只要说是你的敌人，我自然会帮你扫除。前辈，你是说……一觉睡了这么久，活动一下筋骨也不错。我问你，你说的那个殷千商，他很能打吗？是。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能打，能接我一剑否？果然不愧为黑暗神教麾下得力战将，能够在这等形势之下支撑如此之久，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不过你们应该明白，这也是我等手下留情的结果。若不然，我等已经给足了黑暗神教面子，但今日的形势，我阴风鬼宗对仙门传承志在必得。若你们再纠缠不休，那可就别怪我等心狠手辣了。大祭司，看来为了此次仙门传承，黑暗神教也不是全无准备。大祭司，你来得正好，我们此前就快要支撑不住，现在你来了，那……少教主，退吧。大祭司，少教主，我们低估了阴风鬼宗对仙门传承的渴望，万万没有想到这阴风鬼宗行事如此果决，为了一座仙门传承，不惜倾巢而出。眼下的形势，咱们黑暗神教派出的人手远远不够，即便是老夫参与其中，也不可能抵挡住对方的3位长老。少教主，大局已定，咱们需从长计议，还是先撤吧。大祭司，如果我们现在撤走，阴风鬼宗这些强者再没有牵制，便可与他们宗主殷千商一同围攻朱雀公主。朱雀公主必然遭受不住，甚至会有陨落的可能。那我们岂不是成了背信弃义之人？少教主此言何意呀？即便朱雀公主真的陨落，与我黑暗神教何干？我此前已经答应过林彻，尽量帮他拖延。这样一来，在对抗阴风鬼宗这件事上，我们就暂且处于同一阵营。可现在尚有余力，怎可袖手旁观？少教主，那小子是如何忽悠你的？记得你最开始潜伏在他身边，还是想帮教内获得仙门传承，这怎么过了没多久，就变成要协助他获取仙门传承了？大祭司，你也太小瞧我了，凭那少年怎可忽悠得了我？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我自己的判断。大祭司，你刚刚也说了，阴风鬼宗为了这次仙门传承准备的最为充足，无论是4项神功还是咱们黑暗神教，都竞争不过他们。但正是因此，我们才要联手。如果我们现在退去，
仙门传承必将落入阴风鬼宗手里。以阴风鬼宗的野心，如果真的壮大起来，以后对黑暗神教将会造成何种威胁，我想大祭司你心里应该极为清楚。因此，咱们黑暗神教就算不能得到那传承，也必须阻止阴风鬼宗，阻止他们，其实就是在帮咱们自己。况且灵车那少年是一位天纵之才，如果给其足够的时间成长，他必然会成为一位绝世强者。如果我们趁这个时候，在他还未成长起来前与其交好，成为他的朋友，那么黑暗神教以后便会多一个强大的靠山，这不比黑暗神教自身获得仙门传承还要更加值得吗？少教主，你很少在外界行走，还是太单纯了一些呀。这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你说那少年或许以后会成为一位绝世强者，但等他真正强大起来，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钳制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为了当年一段小小的情谊而对黑暗神教敏感于心吗？可是少教主，莫要再天真了，你做的事情已经仁至义尽，宗主大人此次让你出来历练，是希望你能真正的成熟起来，莫要让宗主大人失望。我做的一切只是不要让他失望吗？你们两人退下。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果然不愧为黑暗神教的大祭司，倒是很能看清场上的形势。大长老，那小子已经进入大殿1个时辰了，我们是不是要闯进去？我早已说过，若是你师兄青龙道人亲至，或许还能让我忌惮一二，但仅凭你一位朱雀公主，如何是我的对手啊？奉劝一句，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就要死在这里了吗？他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先协助宗主大人解决此人，再进入那大殿不迟。是。大祭司，难道真的不能？少教主，场上这局势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况且即便我能改变场上的局势，老夫也绝不会出手的。为何？当年羽化仙门被誉为第一势力，其底蕴之深厚，各大势力都与其有着堪称是断层一般的差距。而如今咱们黑暗神教虽然也被世人认为是第一势力，可论压制力与当年的羽化仙门相比，却远不如矣。在当今各大势力中，四象神宫与阴风鬼宗虽然稍弱于咱们教，但差距实际上是很小很小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时时警惕。眼下这个局势，若朱雀公主真的陨落在阴风鬼宗之手，那四象神宫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与阴风鬼宗彻底开战。这样一来，对咱们黑暗神教却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少教主，你此前的想法太过天真，而如今老夫给你讲的这些才是赤裸裸的现实，也是武道世界中真正的生存法则，你还要好好学呀。不好！少教主，你……大祭司，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可是你却忽略了一点，我与灵车是朋友，如果什么事情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又怎么称之为朋友呢？少教主，你这是在送死啊！我现在的行为完全是个人意愿，无论如何，我是无法劝服自己的内心，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不然我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大祭司，我知道你不愿参与此事，那你尽管离去，不必管我的死活。造孽呀！胆敢如此蛊惑少教主，以后别让我见到你，不然老夫绝对饶不了你这小子。小姑娘，前辈，我与灵车是很好的朋友，你是他的长辈，自然也是我的长辈。如今前辈有难，小女子自当舍命相助。那小子能有你这样的红颜，真是他的造化。不过眼下的局势不是你一个小姑娘可以左右的，你帮不了我，还是赶紧离去吧。够了，于东来，你不是说过不插手此事？我起初是不想参与此事，但现在想一想，若能阻止你阴风鬼宗拿传承，又何乐而不为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可要考虑清楚。如今在我们这等阵容下，你想与朱雀公主联手，无疑是在找死。你好了，别浪费时间了，动手。是。林彻，
这少年与那黑虎此前进入大殿，现在出来，莫非已经得到了那仙门传承？可是那白衣女子又是何人呢？这女子，小子，那大殿之内的传承究竟是什么？你是否已经得手？问得好，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你不是让你拿到传承立即离去吗？你为何还要回来？公主，我是来帮你的。傻子，眼下这种形势，你帮不了我的。小子，我见过蠢的，但还没有见过你这么蠢的。你这纯粹是来送死来了。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我们再浪费力气进入那大殿找你。前辈，就是此人，盐城羽化仙门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还说要将前辈你沦为他胯下的。闭嘴，殷千商。不知阁下是？听说你很能打，来打我。放肆！我宗宗主大人何等身份，也是你这等籍籍无名之辈可以挑衅的，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凭你也配与宗主大人交手？待我二人拿下你，再交由宗主大人发落。借皇！以无形剑气催动一剑轮回，才是这门剑技的终极形态吗？蝼蚁一般的人物就不要来送死了，杀你们简直浪费我的时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很能打吗？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这就是你说的很能打？你在逗我吗？前辈，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能打呀！不可能！你是谁？你究竟是何来历？我是谁？我的来历很重要吗？与其好奇他人的身份，你倒不如先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身为武者，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你认识你自己吗？你是一个垃圾，你自己不知道吗？这次出山，我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的，结果，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连让我出剑的资格都没有，你怎配活在这世上？你，阁下的确有些能耐，但未免也太不将我放在眼里。你知道让我放在眼里吗？之前是我太大意，可既然阁下如此嚣张，那我也不必再有任何保留。此乃我阴风鬼宗至宝，今日用它战你，我倒要看你如何抵挡。哦，原来你很有底牌，那真是太好了，来试试。你当真狂妄至极？嗨！这是不好！百鬼夜行阵，那是什么？那殷千商掌中的罗盘，乃是阴风鬼宗至宝，传言中封印了阴风鬼宗历代先祖之力，一旦催动，便可布置下一座超级大阵。一座阵法能威胁到天武之境？这阵法召唤出的鬼物很厉害，最关键的是数量无限。一旦陷入那阵法之中，那些鬼物便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永远也斩杀不完。这么邪异？难道这些东西真的源源不绝，永远也斩杀不尽？前辈，这阵法有些意思，但仅仅是这样，依旧让人兴奋不起来啊！不可能！借助外物，也无法掩盖你是一个垃圾的本质。你，那是我宗至宝，这破玩意儿送你了。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走。想走，走得掉吗？我刚刚破了你的符文结界，来，你也试试破开我布置下的剑界。出手！宗主，属下等人以后一定会设法救你脱困。今天不合适啊！宗主大人保重。走。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前辈，请务必斩尽杀绝呀！放我出去！在下黑暗神教雨东来，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啊？半个时辰之后回来修炼。前辈，此人你不管了吗？我困住他，自有用意。那他这样不断的轰击结界，一会儿不会跑出来吧？我布置下的剑界，这世上无人可破。没想到1000年过去，这世上还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真是无趣的很。彻儿，刚刚那位高人究竟是何人啊？无妨，我也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不是非要一探究竟。我刚刚听闻那位高人前辈让你一会儿前去修炼，
莫非他已收你为徒？那位前辈虽然传授了我一些修炼方面的经验，但并没有收我为徒。那真是可惜。公主，我已进入4项神功，难道宗门内还能允许我拜师他人吗？刚刚那位女子剑法通神，就算是咱们4项神功的第1强者，身为你师伯的青龙道人，多半也不是此人的对手。你若是能拜他为师，我们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你刚说那女子并未收你为徒，其实也没关系，能跟着这等高人修炼一段时间，那也是天大的造化，你要好好珍惜。我明白。多谢。有必要这么客气吗？也对，朋友之间是不需要客气的，更何况是你这种值得深交的朋友。能不能换个词？总感觉你在暗示什么。多谢前辈今日出手相助。林公子，老朽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实在是不足挂齿，受之有愧呀。难道老朽是真的老了？判断事物竟然还不如少教主目光看得长远。公主与前辈，在下有一个重大消息需要现在告诉你们，异族应该很快便会到来。你说什么？异族？就是传言当初覆灭了羽化仙门的异族？是。怎么可能？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异族的存在？以宇宙的浩瀚而言，绝不可能只会诞生某种单一文明，因此有异族的存在，两位前辈真的不需怀疑其真实性。根据晚辈目前掌握的讯息，那些异族很强大，有着比天武大陆更高的武道文明，甚至很可能天武大陆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处被封禁的牢笼，而天武大陆上的武者则被他们视为低等文明生物。那他们既然对这里如此不屑，又为何要降临此地？是因为一件至宝，天武大陆上诞生了一件神秘至宝，遭到了那些异族的觊觎。只不过很多年前，他们发现那神秘至宝的时候，内务气息还是很微弱，尚处于诞生之初，因此他们才没有轻举妄动，而是选择布局等待。而如今那件神秘至宝即将彻底成熟，他们很可能要行动起来了。林公子啊，这些消息莫非都是刚刚的神秘女子告知你的？是。无论如何，此事事关重大，必须尽快周知。前辈，我……别废话，去修炼。前辈，只有一个问题。问吧。之前那阴千商，你为何不杀他呀？我要杀他自然不难，不过他是留给你的。留给我？那人虽然在我眼里弱了点，但给你练手应该足够了。既然你想快速进步，不妨先立个目标，7日之内你亲手击败此人，怎样？前辈，你在开玩笑吗？我没跟你开玩笑啊！你拥有如此变态的修炼方法，数日之内炼化这条灵脉应该不成问题。到时你的境界应该足以支撑与此人一战。不过想要真正击败他，仅凭武道修为的增长恐怕还不够。你是一位剑修，剑道之上还要再进步，剑道突破的确很难。不过有我在一旁指点，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这7日你给我好好修炼，7日之后亲自击败那个阴千商。如果做不到，我就打哭你，明白？异族将至，本身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你。如果做不到，我就打哭你，明白？异族将至，本身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你。而在这场变故到来之前，即便不期望你能力挽狂澜，最少你也要拥有自保的能力。既如此，你这段时间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人如果不将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永远也不知道自身的潜力究竟有多大。我现在问你，你有信心吗？好，那你去吧。你将这2具尸身搬进来做什么？修炼，这娘们不好惹，还是躲远点好。天武境界的本源果然大补啊！2个妖孽。天武境终于达到了。那你去吧。小畜生，那女子在何处？让她放本宗主出去！小畜生，我在跟你说话，你莫非没有听到吗？你被困在这里，完全是因你贪念作祟，咎由自取。既如此，你还是好好享受成为阶下囚的滋味吧。放肆！小辈啊，老夫乃是阴风鬼宗宗主，你应该明白，这个世上老夫的地位是何等尊崇。只要你能放我出去，老夫保证不再与你为敌。
并且你想要什么好处，我都可以满足于你。财富、地位、美女，只要你。新宗主，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看你那对我恨之入骨的样子，我如果放你出去，你恐怕第一个就要杀我吧？这种话你还是省省。你小畜生，你说的不错，老夫的确是想杀你，老夫现在真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你进来，你给老夫进来，看我不亲手撕碎了你。好啊，进去就进去。我进来了，你来打我呀。小畜生，你这是在作死啊！既然你愚蠢到这个地步，迫不及待的想死在老夫手里，那老夫今日就成全。小畜生，给老夫死来！好强，天物不可能！你之前的境界不过道武巅峰，短短1日时间，你怎么可能会突破至天武境界？再来，找死！既然你执意寻死，那老夫便成全你。小贝，呵呵，感受如何呀？舒服了。好个小畜生，到了此时还敢逞口舌之力！你身为剑修，右手已经无法握剑，老夫看你还如何挣扎！是时候该送你上路了。什么？小畜生，你回来！你给老夫回来！老夫要杀了你！只有将自己逼迫到极限，在生死一线的战斗间，才能最好的掌握体内拥有的力量。这句话果然是不错的。还有6天，我一定会击败你的。这小子倒真是一个狠人。你不是已经被老夫打成重伤？现在怎么会？金千商，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来，弄死我！小畜生，你当真是活腻歪了！老夫这次绝不会放过你的！杀！30招，这一次他足足在对方手中撑过了30招。有完没完？你有完没完呐？这殷千商要不要杀？各位给个意见吧。你小子，你到底想要如何？这话怎么说的？你不是对我恨之入骨，很想要杀我吗？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你怎么还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放屁！你小子到底抱着什么目的？以为老夫看不出来？真将老夫当成了你的磨刀石？你看出来了，我的确是在拿你磨练我的武道。不过我也确实给了你杀我的机会，只是你一直把握不住，怎么能怪我啊？那你现在到底还想不想杀我呀？杀！老夫现在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我一定要杀了你这个小畜生！那你废什么话呀？来啊！500招！小子，你又玩这一套！回来！你给我回来呀！前辈，消消火，别把身体气坏了。这样，你养好精神，我明天再来。告辞。你别走！小子，你回来！你给老夫回来！给我破！天无五重，终于顺利突破到了天无五重了。不过突破这一层境界后，这条灵脉也被我全部炼化一空了。千百年后，若有武者能再次踏足此地，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现在我能够战胜殷千商的把握应该有5成左右。若是能参透这剑经，我的剑道境界应该也能顺利突破吧。剑皇之境，你真的做到了？是，多谢前辈这段时间的指点，我才能在剑道之上取得现在的成就。最关键的还是你自身的剑道天赋。我传你的剑经，虽然蕴含了我多年的剑道感悟，但最终只是起到指引的作用。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剑道天赋，也不会这么快就能成为一位剑皇。你现在感觉与那殷千商一战，有几成把握？
7成。好，那你便去吧。好。来了，殷宗主，我说了，老夫不会再与你动手，要杀要剐赶紧的，给老夫一个痛快。你小子到底是个什么妖孽啊？我现在算是看透，你就是上天派来折磨我殷某人的。我与你一战，不仅杀不了你，还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磨砺石。既如此，那老夫又何必遭受这等耻辱？你动手吧。殷宗主，怎么如此想不开呢？殷宗主，这样吧，你与我战最后一次，这一次我绝对不用灵符遁走，如何？你说什么？你小子阴险狡诈，老夫如何能信你？现在殷宗主总该信了吧？你还真的敢舍弃这等保命之物？好，很好，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成全你。这可是你自己选的，小子，你这可是自己找死。若真的命丧老夫之手，也怨不得别人。你尽管出手。王旺，好雄浑的权力，你的武道境界又有进步，很奇怪吗？你嚣张什么？待老夫这次灭了你，你就不会再有下一次前来折磨老夫的机会了。可恶啊！灵虚步，3道身影竟然都是真的。呵呵，小子，来，现在再试试，看看你凭借双拳是否能抵得住老夫3只手。你以为自己突破了境界，体内的真气凝实程度不弱于老夫，就能与老夫势均力敌？实话告诉你，你还太嫩了一些。老夫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也足以碾压你。这是真想弄死我呀！不能再有任何保留了。你竟然能够看穿老夫出手的路线，小子，这可是你逼老夫的。我阴风鬼宗的神兵火魂刀，老夫今日就用它来斩你，能死在此刀之下，你也算死得不冤了。天气，老夫看你能退到何处！你小子竟然用偷师我阴风鬼宗的武学来抵御老夫这一刀，可恶啊！不好！无形剑气功夫，不可能！你小子连20岁都不到，竟然能够在这个年龄踏入剑皇之境，开什么玩笑啊！殷宗主，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即便你执掌天气，但我在剑道境界上更胜一筹，你想赢我，只怕不会那么容易。好，很好，小子，老夫承认此前对你还有些轻视，但直到这一刻，老夫才明白，早已没有资格轻视于你。以你表现的实力，已经与老夫处于同一级别。既如此，那就放手一战吧。还有多少本事，尽管施展出来，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强。全力奉陪。看来我此前还是太自信，面对殷千商这等级别的强者，想要真正击败对方，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停！小子，还未分出胜负，你做什么？这样打下去没有意义，今天就战到这里吧。小子，你耍老夫啊！殷宗主，就算没有我这张灵符，你能杀得了我吗？老夫纵横一世，没想到暮年竟遭受如此打击，果然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罢了，既如此，老夫又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小子，你动手吧，老夫这次绝不反抗，给老夫一个痛快！你，殷宗主，你走吧。你让我走？难道你不想杀我？杀了你有什么意义吗？可是你我是敌人，老夫之前用各种方法对付你，现在你有机会杀我，你居然要放过我？殷宗主，告诉你一个消息，林彻便是将异族寄于天武大陆上的一件至宝，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前来的消息，给殷千商讲述了一遍。异族
在天武大陆外真的有异族的存在，你所言当真？是，殷宗主，如果异族一旦入侵，那对于我们天武大陆上的各方势力，任何人而言，都很可能是一场灾劫。在这种情况下，你我之间的小恩怨实在是不值一提。团结，这个时候团结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团结，天武大陆上的各方势力继续内耗的话，不久后异族真的降临，那恐怕我们就真的连一丝抵抗的可能都没有。所以殷宗主，我愿与你化解这段矛盾。今日我不杀你，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如何？好，老夫之前对付你是老夫大错特错了，以后老夫必定改邪归正。那殷宗主之后有什么打算？回去重整旗鼓，做好准备。如果异族真的降临，最少也要有自保之力。殷宗主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之前你的那些手下，那帮鼠辈，回去老夫便要好好惩治他们，不扒他们一层皮，难消老夫心头之恨。不对，回去老夫也当以德报怨，好好感化他们。此前他们弃我而去，或许也是因为我平常严刑峻法，须知上位者应该恩威并施，老夫是该好好反思了。殷宗主有如此见地，晚辈佩服。莫说了，李小友，老夫欠你一命，以后如果有用得到老夫的地方，我一定全力相助。告辞了。这一战对我收获很大，在天武大陆能够与殷宗主匹敌之人屈指可数。黑暗神教的教主实力必然在殷宗主之上，还有四象神宫那位我从未见过的青龙师，能够让殷宗主为之忌惮，实力应该与巅峰状态的殷宗主相差无几。此外还有黄云前辈，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那我目前的实力岂不是应该算是天下第5？如何？算是平手吧。现在过了6天，距离昔日期限还有1日，你现在能够与他势均力敌，如果能再巩固一番剑道感悟，下次想要胜他应该不难。我已经放他离去了。好，放了就放了吧，你现在的实力已经不需要用他练手，而且那殷千商在这片大陆也算强者，让他欠下你一个恩情，将来异族入侵，或许他能帮助你一些。是。终于做到了。不错，能够将魂力融合在剑气中，需要极强的掌控力。没想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便能领悟到无极斩魂的真髓。当年我将魂力与剑气融合，耗费了10日时间，但你却在2日内做到。看来你的剑道天赋当真不凡，要远在我之上。前辈，一剑轮回这门剑技都是你创造的，我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罢了。若论剑道天赋，恐怕我与前辈还差得远呢。当年我20余岁达到天武极境，受到这方世界的限制，武道境界无法再进步。在此情况之下，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剑技。即便如此，创造一剑轮回这门剑技的时候，也已经是100年之后。你还年轻，现在沿着别人探索过的道路前行是很正常的。不过我相信你早晚会走出自己的路。若给你100年时间，你创造的剑技只会更厉害。你过来，我再传你一招剑技。这门剑技与一剑轮回不同，是我在剑道领域真至巅峰之后才创造出来的。而我创造这门剑技后却很少动用，其中有2个原因。一个是在1000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能有资格让我施展此剑技。第2个原因是因为这门剑技威力太强，杀伤太大，也让我不愿轻易施展。前辈，既然这门剑技如此厉害，是不是会很难学呀？不难学，但想要将其施展出威力，需要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怒。啊？什么？这门剑技名为苍龙之怒，顾名思义，若想真正将这门剑技的威力发挥出来，需要愤怒之气的加持，怒气值越高，威力则越强，明白了吗？你先去修炼，看看能不能将这门剑技初步掌握。好。这门剑技果然很古怪，只不过这威力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呀。不错，看来你已经掌握了这门剑技的施展方法。前辈，这门剑技只要掌握，就能够达到天阶战技的威力。但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想要完全发挥出这门剑技的威力，则需要怒气作为催动条件。如果你怒气足够强烈，它的威力将远超天阶战技，甚至比你想象中还要可怕。前辈，你怎么会想到创造这样一门剑技啊？因为我心中有恨，恨意越强，
愤怒也就越浓烈，所以才能创造出这门剑技。别说这些了，你现在既然已经掌握了施展剑技的方法，接下来便要以愤怒之气增加剑气的威力，你尝试一下。如何尝试？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好。开始回想过往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尝试积攒怒气值。前辈，晚辈似乎做不到啊。你心中就没有让你感到愤怒的经历？有是有，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心中更多的是平静，早已没有什么波动了。那你父母呢？记得你曾经说过，你似乎从小被你父母遗弃，难道你就不恨他们？我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虽然他们从小将我遗弃，但随着我逐渐成长，我隐隐感觉到他们或许有难言的苦衷。要说恨他们，谈不上吧。行吧，看来你这性格是真不适合这门剑技，那就先这样吧。哦，这样一来，以后对敌也算是多了一项手段。前辈，怎么了？他们来了。这是异族的大军。天魔族。虎兄，你知道天魔族？废话，别忘了本皇的来历。瞧不起谁呢？本皇给你讲解一番。咱们现在所处的天武大陆位于北冥星域，北冥星域无比广袤，很多年以来一直被两个强大而古老的种族统治。这两大种族分别为兽神族与天魔族。两大种族相互对立，但抗衡多年，却一直不能奈何对方，便将北冥星域划分成两界，成立了各自统治的兽神界与天魔界。只不过在2000年前，这一格局却被打破。这是因为在2000年前，有一支被流放的种族出现在了北冥星域。这个种族起初很弱小，族人只有数百，但就是在这样一群族人中，却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女子。那女子天资绝世，成长得极快，只用了数百年的时间，便成长为北冥星域的巅峰强者，不弱于兽神界的兽皇与天魔界的魔主这两大绝世霸主。也正因此，他带领着族人在北冥星域逐渐站稳脚跟，甚至硬生生从兽神与天魔两大界的统治下虎口夺食，抢夺到了一片大大的地盘，以此划归为灵界。此后又经过1000年时间的发展，灵界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已经绝不弱于另外两大星界。于是如今的北冥星域变成了三大星界鼎足而立的局面。在整个北冥星域中，天武大陆的规模无比渺小，天魔界作为北冥星域三大主宰势力之一，怎么会盯上这样一处弹丸之地啊？哎呀，这下可是糟了。好强的修为。则是，怎么了？似乎感应到了一位强者。怎么可能？这片蛮荒落后的下位世界，难道还能诞生什么强者，让尊使大人为之在意？天武大陆虽然是一处弹丸之地，不过这里有天道规则的限制，来到此地，修为就会被压制在天武境内，不要太过小瞧这里的顶级武者。是，那要不要率军诛杀此人呢？不必了，那人虽然窥探到我们的降临，但老夫通过感应也探查到了一些东西，可以感应到那人气血衰竭，显然已经是一位即将陨落的武者。如此状态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那就不必刻意去理会他了。说说此次的任务吧。是。天武大陆分为中土神州与四大荒域，中间以一道海峡相隔，其中四大荒域较为落后，还有能达到天武境的武者。至于中土神州，武道更为昌盛一些，但能达到天武境的武者也绝对不超过50人。你如何看？回尊使，以属下看来，这天武大陆真不是一般的弱小，除了面积大了一些，其综合实力恐怕还不如咱们天魔界管辖内的一处郡国。但就是这样一处孱弱之地，却诞生了一件足以让北冥星域各大势力都为之心动的至宝。一处地域内诞生的强者数量与这个地方的资源丰富程度息息相关。天武大陆之所以如此贫瘠，或许也是由于这里的本源之气不断的被那件至宝汲取有关。若咱们将那件至宝收取，以天武大陆的规模，很可能会发展成为一处中位世界。因此咱们这次前来不仅是为了那件至宝，也是要彻底统御这里。只怕这里的武者不会轻易归顺的。天武大陆被封禁了3万年之久，
这里的武者眼界未开，自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广阔，也不知道天魔族究竟有多么强大。他们起初或许会反抗，但只要经过一代灭杀，天魔族彻底占据此地，再成长起来的天武大陆武者，从小也习惯于在天魔族的统治下，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任何抵抗的勇气。况且那件至宝需要磅礴的本源之力，咱们屠杀的武者越多，散落在天地间的武者本源都将被那件至宝吸收，那件至宝也就成熟的越快，一举两得。属下明白了。这个地方有些特殊，这次前来，灵感王尊大人做过一次占星之术，推演天武大陆上亿万生灵，却发现在这处小国内却有两股神秘气息，连他都无法探查到，预感这里将有一些因果。什么？连灵感王尊大人也无法探查到的两股气息？其中一道气息似乎与灵族有关，莫非灵族早已发现了那件至宝？不像。灵感王尊大人说，那道与灵族有关的气息并不算强大，如果灵族真的发现那件至宝，不至于只有这点行动。那另一道气息呢？另一道气息更为神秘，连灵感王尊大人也感应不到丝毫线索。但无论如何，对于这处地方，咱们都应该更加重视一些。这次前往最少要派遣3位白银武侯级别的强者。这次咱们前来的任务就是为了大开杀戒，因此你们不需要有任何顾虑，可以放开手脚。记住，杀1人为罪，斩万人为雄，屠得万万人，方为雄中雄。现在你们可以去行动了。是。刚刚那位金袍老者究竟是什么修为？仅仅是一个眼神，便让我生出一种强烈的威胁之感，最少是天武境之上的强者。天武境之上？你怎么知道？天魔族的军方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从低到高依次为青铜魔兵、白银武侯、黄金尊使。青铜魔兵实力普遍在道武境之上，天武境之下，白银武侯境界则必须达到天武境，而想要成为黄金尊使，其实力则必须超过天武境。因此刚刚那位金袍老者一定是一位天武境之上的强者。什么？天魔族如此强大的阵容，恐怕足以横扫整个天武大陆。不好，看来我要尽快赶回苍风国。前辈，我不能再逗留在这里了，现在就要离开。如果前辈你不介意的话，可以随我一同先回到苍风。我无法随你离开，我的生命早已走到尽头。7年前，我是以神元子封，才能勉强撑到现在。若我能掠夺你的命格，生命或许能够延续下去。可是现在，我恐怕最多还有数日可活。所以，我不仅无法随你离开，接下来的一切，我也无法再帮你。前辈，原来你……现在的你，就是天武大陆唯一的希望。我与天启能够帮你的，或许只有这些了。接下来的路，也只能依靠你自己走了。晚辈明白了。生老病死，人知天命。即便是身为强大的武者，也无法改变。现在我天命已至，你不用为我惋惜什么。你去吧，外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好，那晚辈告辞。希望你真的能改变整个天武大陆的命运吧。报！如何？禀将军，北方5城已全部陷落。什么？1日之间连破我秦国5城？究竟是何方势力，拥有如此强大的军力？可探查到究竟是何方大军？不是大军，他们是一支由10名铁骑组成的队伍。那10人，不，他们绝非人族，因为每一位身上都穿着古老的青铜战甲，全身覆盖着鳞片，头生双脚，就像是从地狱中冲出的恶魔。而他们身下骑乘的蛮兽青面獠牙，每一只都犹如一间房屋一般大小，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他们在攻打巨鹿城的时候，属下在一处山坡上远远地观望到，他们仅仅是一轮冲锋，便让巨鹿城的防守力量分崩瓦解，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铁蹄践踏。10人铁骑，区10人组成的铁骑，怎么可能1日之间连破北方5城？属下不敢有任何欺瞒，这些都是属下亲眼所见。他们是从地狱而来的魔神，丰阳城一定无法阻挡他们的铁骑。将军，依属下看来，咱们还是赶紧弃城。放肆！大敌当前，扰乱军心者当斩！众军听令，
我等身为秦国兵将，守卫在此，便当尽职尽责。无论敌方多么强大，一旦开战，若有退缩者，本将军定斩不赦。是。天哪，这是什么蛮兽？怎么会散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势？还有骑乘在那些蛮兽之上的身影，绝对不是人族武者，看上去真的就像从地狱冲出来的魔神一般。武剑阵，拦住他们的步伐。是。什么？破城不好，启动护城大阵。不可能！取本将军青龙刀来，斩！赫连将军战死了。放肆！让我等来诛杀这帮魔徒。老夫乃是丰阳城第一大家族子家的家主，你们是何方妖孽，胆敢来丰阳城撒野？今日老夫率领群雄，必要将你们死啊！这些魔徒的修为，必然每一位都达到了道武境界呀！逃，快逃！杀！找死！天哪，这是什么仙法？这少年好强大，莫非他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吗？诛杀此子！这些杂兵交给本皇，你去对付那个就好。白银武侯，好，狂妄！剑皇境界，你竟然达到了剑皇之境，怎么可能？真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之地，竟然还能有少年武者成长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你的天赋当真不弱呀！我乃崇山后，这次得到的命令是率领铁骑横扫秦国境内北方15城，沿途过处寸草不留。凡是攻克一座城时，便要对城内的武者进行一场彻底的洗礼。在如此铁令之下，本来我是应该杀了你，但现在念及你的天赋，我倒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归顺，本侯可以饶你一死，彻底的清洗。小子，本侯在跟你说话，你没有听到吗？本侯的耐心有限，只给你这一次机会，只要你降服于本侯，你降服我，你有这个实力吗？不识抬举，小子，我已经给过你机会，既然你不珍惜，那就去死吧。本侯能感应到你体内的境界不过天无5重，怎会爆发出如此浑厚的力量？小子，虽然你体内每一缕真气都很凝练，论爆发力绝不逊色于本侯，但可惜你的境界还是太低了。本侯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你想将我体内的真气耗尽，然后再对我进行击杀？我只能说你想得太简单了。咦，机会不好！小畜生，竟然伤了本侯！怎么可能？小畜生，你之前那道剑气蕴含着一股灵魂力量，想不到在这处下位世界中，竟然还有掌握灵魂攻击方法的武技。看来我天魔族还真是小瞧了这个世界内的武者。不过你应该不清楚，在我北冥星域，兽神族以体魄著称，而我天魔族正是以灵魂强度而闻名。仅凭你现在的灵魂力量，想要击杀本侯，简直是痴心妄想，是吗？你太高看自己了，即便不需要借助灵魂力量，我一样能杀你。大言不惭，你苍龙之怒！什么？不可能！这绝不结束了。这位白银武侯的空间储物袋中
竟然没有存放任何玄药类的修炼资源，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天魔的修炼不需要玄药吗？你猜对了，天魔族的修炼确实不需要玄药。天女前辈，你说天魔族修炼不需要玄药？当然，事实上不只是天魔族，若你能离开天武大陆，去到武道文明更高等的世界，你会发现那里的武者都不会靠着炼化玄药进行修炼的。那他们如何修炼呢？自然是依靠丹药。丹药？我当初传授给你修炼之法的时候，就曾告诉过你，天武大陆只是一片下位世界，在这里所有与修炼有关的事物都较为落后。玄药虽然其中蕴含着可以被武者吸收的能量，可对于一些高等文明的武道世界而言，玄药却只是一种原材料，在那里是没有人会选择直接炼化原材料进行修炼的。意思是说，那里的武者会将玄药提炼成丹药，然后再进行炼化。不错。可是天武大陆之上也有炼丹师，为何没有发展出应用这种方法的呢？这里的炼丹师也被称之为炼丹师吗？天武大陆虽然将丹药分为灵级、玄级、道级，可那只是这片世界炼丹者自己命名的丹道体系。简单而言，天武大陆上的炼丹者不过只是一群井底之蛙罢了。如果将他们放在上位世界，他们炼出的丹药甚至可能都不入阶位。阶位？上位世界将炼丹师以及他们能够炼出的丹药等级分为1至9阶，9阶为高，1阶为低，而在1阶之下则是被统称为炼药学徒。是不是感觉差距很大？是。你也不用意外，其实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主要有3个。第一个原因，天武大陆是一个被封闭的世界，而对于丹道与正道而言，最重要的便是传承，而天武大陆研究这2方面的人无法获取到外界的经验与知识，纯粹靠自己摸索，能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了。第二个原因，天武大陆更为崇尚武道，在这里的炼丹师与阵法师，即便站在最顶峰的那一批人，也只能成为某个武道势力的附属品，在其宗门内没有任何话语权。可如果是在上位世界，一般能够达到5阶的炼丹师与阵师，便能获得无比崇高的地位，拥有广袤的人脉，即便是一些强盛的武道势力，也绝不敢轻易招惹。天武大陆上炼丹师与阵法师的地位低下，自然也注定了这2方面的人才凋零，无法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天武大陆上资源实在匮乏。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片大陆生长的宝药品级都很低下，即便这里真的诞生一位具有天赋的炼丹奇才，没有高级炼丹原料的支撑，难道他还能凭空变出高级丹药不成？正是因为天武大陆上的种种限制，导致这里的丹道与正道难以发展，这里的武者也就只能采用直接炼化玄药这种最原始的方法进行修炼。然而这种直接炼化原料的方法没有经过炼丹手法的提炼，使得玄药中大量精华被浪费，所以这里的武者在修炼过程中动辄便需要10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巨量玄药数目作为支撑，炼化的时间也极为漫长。与之相比，上位世界的炼丹师能够将玄药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凝聚成丹，不仅不会造成浪费，还能大大缩减武者炼化的时间。对了，天魔界属于上位世界，来自那里的武者自然不会携带玄药，却很有可能会携带有修炼的丹药。好清楚的力量，这就是上位世界的武者修炼之用的丹药。没错。可是这边加起来一共也只有100枚丹药，数量未免也太少了吧？这应该是达到了1阶品级的修炼丹药——御眼丹。虽然只有100枚，但你却不要小瞧1阶丹药中蕴含的能量。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一位上位世界的炼丹师采集了数百万玄药，才将这些丹药炼制出来的。而且由于炼丹师的炼制能够将玄药中的精华完全提炼，其中蕴含的灵气比之平常武者直接炼化1000万株玄药才能吸收到的灵气也差不多。什么？这算什么？你要知道，天武大陆生长的玄药在上位世界中只能算是1阶宝药，而在上位世界中还生长着许多品级更高的宝药。如果是以前那些宝药炼制出来的丹药，效果又会比你现在手中的1阶丹药超出10倍甚至数十倍。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的武者在一片世界达到顶峰之后会如此渴望进入更高的武道文明世界了吧？投胎是一门技术活，
出生在上位世界，即便是一头猪，也比下位世界中的象成长得更快。虎兄，这些天魔族武者体内的本源，你应该也能炼化吧？那么这具本源之体便送给你了。嘿嘿嘿，太好了！如果能炼化这些天魔族武者体内的本源，本皇或许能顺利突破到天武4重境界，到时候本皇的战力必定又能提升一大截。娘亲，我听话，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你不要丢下我。小姑娘，你娘已经去世了，不会再醒过来了。恩公啊！敢问恩公尊姓大名？林彻。林恩公，多谢你仗义出手，挽救了这一城的生灵百姓，同时也为我爷爷报了血仇。我子家上下必将永世铭记林公子你的大恩大德。你是子家的人？小女子叫紫云山，是子家第3代传人。紫姑娘，能拜托你一件事吗？恩公敬请吩咐。这小女孩的娘亲已经去世，在丰阳城中应该也没有其他亲人了，不知紫姑娘可否照顾于她？恩公吩咐，小女子自然尽心遵从。小妹妹，你以后就跟着姐姐吧，姐姐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恩公，我们紫家在丰阳城还算有一定的能量，以后我会将这个小丫头当成妹妹一样照顾，绝不会让她受到欺负。而等她长大后，我也可以传授她一些武道。多谢。诸位，刚刚你们应该也看到了，对丰阳城进行侵略的那些魔兵，并非咱们人族武者，而是从外域降临而来的异族强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些异族之人来到天武大陆上，自然不会对这里的人有任何的怜悯与仁慈。他们来到这片土地上，只会带来无情的屠杀与践踏。这一次我能够救下你们，可很快他们便会卷土重来。以丰阳城的体量，根本不可能抵挡住那些异族的第2次攻势。所以现在你们若是想活命的话，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弃城而去。可是离开丰阳城，我们能去哪里呢？异族针对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北荒域。因此秦国境内任何一座城池你们都不能前往，不然面临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区别。你们现在只能去一些深山大泽或是人迹罕至的山野之地，在那里隐居下来，或许能够避过这场劫难。是，多谢少侠指点，我们现在就启程逃离此地。走吧。大哥哥保重。希望这些人最终都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劫吧。照这样下去，最多10日时间，秦国便将彻底沦陷，无复存在。必须尽快赶回苍风国。虎兄，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小子，什么事情你尽管说，身为好兄弟，本皇一定帮你。以北荒域的局势，即便我现在赶回苍风国，凭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恐怕也无法做到力挽狂澜。我需要你去一趟中土神州的4象神宫。你是要我帮你去搬救兵？是。好，那本皇现在就去。中土神州距离这里不算近，不过虎皇突破天武境后，速度提升极大，半个月时间应该就能做到1个来回。希望这半个月应该来得及吧。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尽力而为了。希望能够拖住半个月的时间。异族入侵怎会如此？这几日，苍风国内数座郡城传来被异族攻克的消息，即便我已派出几路大军驰援，可已经无法抵挡那些异族的铁蹄。短短2、3日的时间，我苍风国境内竟然已经有15座城惨遭沦陷，而且那些异族每攻克一城便大肆屠城。我苍风国内的子民已经不知有多少人惨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怎会如此？国主，你不必为此感到自责。事实上，在异族入侵的消息刚刚传出，你便已经派出大军前往驰援，无法抵挡住那些异族，与你的决策无关，而是我们远远低估了那些异族的强大。半个月之前，咱们苍风国才刚刚经历了与炎龙宗的战争，本以为此后能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可没想到居然又遭遇这样一场席卷整个北荒的大劫呀！照这个趋势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北荒域中所有的势力都将彻底丧失自保之力，不能如此消沉。父皇，多谦卑，无论那些异族有多么强大，咱们都不能心生畏惧。不错，如果咱们身为上位者都对那异族心生畏惧，那么苍风国覆灭只在旦夕之间。在如今的局势下，哪怕只是蚍蜉害数，咱们也必须抱有拼死一战的决心。以苍风国目前的状况而言，许多地方都已经燃起战火，如果咱们继续分散兵力驰援，
必将逐步被蚕食。依我看，还是要尽快将所有兵力凝聚起来，到关键时期或许还能拥有一战之力。凝聚所有兵力，可这样一来，苍风国内各大地方都将彻底失去最后的屏障，那国内的那些子民，他们岂不是非常时期只能断臂求生，不然被逐渐蚕食之下，苍风国的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甚至连最后一丝反抗的力量都不会有。陛下，说，陛下，大事不好！皇城之外有大批异族魔军驱城而来啊！好恐怖的压迫力！这些异族战士身上的血气无比旺盛，只有达到了道武境，才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血气。难道他们每一位的境界都在道武之上？我看可能还不止。那30位身穿青铜战甲的战士境界在道武境，可那3名身穿银甲的异族武者，我却无法看透他们的修为，很可能是天武境的武道神话。3位天武境，怎么可能？没想到苍风国镇守皇城的力量竟然也如此薄弱，他们不会以为凭借这些蝼蚁就足以抵挡我们的步伐吧？呵呵，真是可笑至极呀！也不怪他们，只能说这片地域的武者实在是太弱了。咱们天魔族的铁骑在北荒一路横扫，竟然连一位天武的武者都没有见到。如此孱弱的蛮荒之地，他们又能集结起什么样的力量来抗衡我异族？莫要大意，这次出征前，尊使曾告知我等，苍风国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因果，所以这次才派遣咱们3位白野武侯率领30位青铜魔兵，专门对付苍风国，希望能提前扫清因果。因此，凡事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千万不要误了我族的大计。呵呵，山海侯未免太紧张了。一个小小的苍风国，难道还能翻起什么风浪不成？那就让我先来开路吧。不好，拦住他！呵呵呵呵，皮肤撼术。天武境界的强者实在太恐怖，如此手段已非人力所能抗衡，即便是再多的信军，在他面前也只是一群蝼蚁。给我破！不好，不好！看看本侯发现了什么？看你们身上穿着的服饰，必然是苍风国的皇族吧？太好了，那本侯便来一个擒贼先擒王。只要先行击杀了你们，这座皇城必然不攻自破。杀！糟了，是黄云前辈。你是何人？是你们，老夫认得你们，就是你们当初阻拦我羽化仙门离开这片世界的。100年前，这片大陆似乎的确有一座势力，妄图冲破我族对这片世界的封禁。本侯明白了，原来你是当年那座势力的余孽呀！老夫要杀了你们！找死！破！好强的力量！你竟然是一尊拳皇！废话少说，给老夫去死！黄云前辈好厉害，那小子究竟是从哪儿请来的这样一位绝世强者？这苍风国果然存在一些因果，我等在北荒一路横扫期间都没有碰到任何阻力，没想到来到这小小的苍风国，却遭遇了这样一位强者。这疯子老者的确不弱，但可惜仅凭他一人，恐怕还无法阻挡住咱们的步伐。不错，在这片贫瘠地域，天武被称之为武道神话，苍风国有这样一位强者，应该已经是极限，再也不可能诞生出第2位天武境。只要杀掉此人，苍风国终究不足为患。不守！何方神圣，有胆现身出来！你们欺我苍风无人！你是何人？林彻，是林彻，他终于回来了。林彻，这些人是来自异族的强者。我知道他们的来历。那这些异族虽然很强，但他们想杀我，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放心吧。儿子，老爷子，看样子7日你我父子要并肩作战了。原来这少年是那疯老者的儿子，太好了，真是天助我等！
先拿下这少年。放肆！胆敢动武子，问过老夫这双拳头没有？儿子，别怕，有老爹在，没人能伤得了你。老爷子，我已成长起来，您老不必这般小心翼翼的庇护于我。今日就让我与你并肩迎敌吧。哈哈哈哈！你有这份心，老夫心怀大慰。不过这片战场还不是你现在能涉足的，你还是给老夫先离开这里吧。你小子，老爷子，相信我。好，那今日就让我们父子并肩一战。好，那这两人交给我。你要对付2个？不是对付，而是我有把握能拖住他们2人。好，这父子2人在玩什么把戏？管他们在搞什么鬼，先拿下这小子再说。有理。小子，你不闪躲也就算了，居然还敢主动出手，当真是活腻歪了。天武极境，不可能，这小子竟然能同时抵御下我们2人的攻势。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即便他们是2位天武极境强者，我想要拖住他们，应该也不是一件难事。庶子找死！小子，既然你这么急于求死，那本侯便成全你。来得好！莫非你们来自域外的种族都是这么无耻的吗？有本事便一起上，在一旁伺机偷袭算什么能耐？小子，你未免太狂妄了。不管如何，今日一定要宰了这小子，全力出手诛杀此子。想杀我，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半个月前离开苍风国的时候，静静还停留在道武8重班，这才短短半个月时间而已，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怎么做到能够与天武境强者一战的？恐怕这世上任何天才，在这样一位妖孽面前，都会感到绝望吧。不对，要说妖孽的话，其实这里还有一位，绝不弱于林彻那个变态的家伙，甚至可能要不了多久，便能迎头赶上，直接超越林彻。这小子真的是这片大陆上的本土武者？那名疯老者拥有如此实力，本侯还能接受，但是这小子明明只是天武5重修为，怎么会如此难以对付？不错，以这小子的实力，即便是在上位世界，也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可是在这片贫瘠之地，他到底是如何成长到这一步的？这2位白银武侯的实力皆是不弱，如果我单独对上他们其中1人，有很大把握能够在500招之内将其击杀。可现在2人联手，我就算能胜，最少也要1500余招之后了。虽然同样达到了黄境，可黄云前辈对于拳道的理解明显是更胜过我对剑道的理解的。不好，原来这小子是想拖住我们。再这样下去，如果龙香侯不敌之下遭遇击杀，那疯老者敢来与这位少年联手，那咱们的局势岂不是十分不妙啊？那就先破了皇城，扰乱这2人的心境，或许能够寻找到可乘之机呀。众魔兵听令，全力攻破皇城。是。糟了，如果让这些魔兵攻进来，皇城之内必将血流成河，变成人间炼狱啊！一定得阻拦住他们。这些魔兵每一位都实力非凡，想要阻拦住他们，那就只能是咱们出手了。那还等什么？那就与他们拼死一战！老夫倒要看看这些魔兵有什么能耐，是否真的有3头6臂？算我一个。国主，这万万不可！你是一国之主，怎能亲自参与战阵厮杀？现在咱们苍风国与对方差距如此巨大，多一个战力便多一份希望。况且以我现在的实力，未必会遭遇什么凶险。我倒是差点忘了，以国主现在的实力，已经绝不弱于国内的巅峰强者，绝不能看他年轻便低估了他现在的战力。好孩子，咱们李氏族人就该有这等气魄。那今日你我父女2人便一起并肩杀敌吧。好。尔等魔徒受死！陈老、秦老，这剩下的14名魔兵，我对付10人，其余的4人交给你们。陛下，您乃是万金之躯，怎可如此冒险呢？万一有丝毫闪失，那……放心，我自有把握。天哪！这才短短数日时间，陛下的武道实力竟然又有如此长足的进步。
恐怕已经远远将咱们两个老东西甩在身后了。陛下如今修为有如神助，乃是苍风之福。现在看来，还是真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抵挡那10位魔兵。此前倒是咱们多虑了，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先解决这些魔兵再说。好，可恶，还真是小瞧了这个小小苍风国呀！杀！老匹夫，你当真要将本侯斩尽杀绝？莫非不怕遭到我天魔族的报复？废话少说，给老夫把命留下来！不！什么？没想到在这处贫瘠世界，咱们会遭遇如此挫折。看来我等还真是远远低估了这一座苍风国呀！龙香侯战死，我等也彻底丧失了局势。此地不宜久留，撤！哪里走？你们退后一些。他们这是死了？他们这是死了？李伯父，骆店主，今晚你们没事吧？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恐怕今日苍风皇城将会彻底沦为一片废墟。你又一次拯救了苍风了，老夫真不知如何感激你才好。伯父，你见外了，我本就是苍风国的一员，苍风国有难，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这是我应该做的。这半个多月，你进境如此之快，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吧？如果论武道的进境速度的话，恐怕你比我更厉害吧。青婉，你现在是道5、6重境界？是的，昨天突破到了道5、6重。希望是我多虑了吧。真没想到这些异族强者会如此强势，竟然会直奔我苍风国的皇城而来。那些异族实在是太强大了，仅凭他们的阵容，足以横扫北荒任何一座势力。这一次奇袭苍风皇城，应该是采取了斩首行动。要知道，苍风皇城作为苍风国内的心脏要地，如果此次被异族所覆灭，国内必将彻底陷入动乱。那么接下来异族攻克整个苍风，将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好在这次我们将他们的攻势抵挡了下来。这一战后，那一众魔兵惨死，异族更是陨落了一位天武境的武道神话，想必也是元气大伤。短时间内，皇城应该不会再受到太大的威胁。希望虎兄能够搬得来救兵吧。哎，你们听说没有？作为北荒域霸主势力3宗2国之一的合欢宗，已经在数日之前彻底覆灭，门内众多弟子、长老尽数惨死，数百年基业最终付之一炬呀！嗨，岂止是合欢宗啊！这几日有消息传出，同样身为3宗2国之一的秦国皇城遭异族攻破，包括国主在内，一共130余位皇室成员全部被枭首悬于城门之上。此后，秦国皇都又遭异族屠城，城中无数人为之惨死，成为一座真正的人间炼狱啊！天哪，以秦国与合欢宗的体量，竟然短短半个月时间就全境陷落。这些降临而来的异族究竟拥有多么恐怖的力量啊！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苍风国又能支持多久？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要不了1个月的时间，整个北荒域都将彻底陷落。到那时候，即便苍风国还能屹立不倒，可也必将成为茫茫海域中的一座孤岛。如果只是追杀那2位白银武侯，以老爷子的修为，应该不会遭遇什么意外，但只怕老爷子在追杀他们的过程中遭遇了什么埋伏，那可就糟了。可惜我现在却无法离开皇城。算了，现在不能考虑这些，最主要的还是要尽快提升实力。不知道凭借这些丹药能否让我再次突破。好厉害，这1颗玉眼丹蕴含的能量最少相当于30万株玄药，真没想到足足炼化了300颗玉眼丹，依旧没有满足我体内气海对于灵气的需求。我现在突破1层境界需要的修炼资源简直太恐怖了。看来随着我境界增长，这个世界中的修炼资源已经很难再支撑我成长下去了。林彻又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200万玄石。2个时辰后，
怎会如此啊？你心中杂念太多。即便你是先天道体，成长几乎不受限制，可突破境界的时候，依旧会被心境影响。你刚刚在想什么？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吧？达到天武五重境界的巅峰，我的实力最少比之前增长了3成。如果再对上那2位天武极境的白银武后，这一次我有信心在1000招之内将2人击杀。林王，何事？皇爷归来，此刻正在大殿之上，陛下特地让属下在此等候，将此事通知林王。知道了。林公子，凌月姑娘，林公子，实在对不起，我一时情难自已，有些失态了。凌月姑娘，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们的师门遭到了异族的覆灭。什么？不久之前，异族众多魔兵现身在极北冰原，对我们皓月宗发动了攻势。我们虽然奋力抵挡，但奈何那些魔兵太过强大，根本就无法抵挡住那些异族的步伐。短短半日时间，我宗便伤亡惨重，最终惨遭覆灭。现在整个皓月宗内，只剩下我们这些人还活着。难道贵宗的那些前辈也……那些魔兵的战力实在是太强横，本来在他们的攻势下，我们没有人能有逃离的希望。是师尊以及众位师叔开启了护宗大阵，让我们借助大阵中的逃生通道先行离开，而他们却留下阻拦住那些魔兵的步伐。正是因此，我们这30余名弟子才能幸免于难。可师尊他们那些魔族实在太过残暴。皓月宗位于极北冰原，一直与世无争，可没想到这样一座隐世宗门，居然也没有逃过魔族的冰冷屠刀。魔族所犯罪行简直让人生共愤。我与师妹们从宗门的阵法通道逃出后，原本已经无路可去，但我想到我们皓月宗曾与林公子你有些渊源，便想着带领师妹们先投奔林公子你所在的苍风国，盼望能够得到林公子的收容。而在前来的这一路上，我们见到了诸多惨状，才明白了，原来整个北荒域都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为了避免再次伤亡，这一路上我们都谨慎小心。可没想到，依旧在即将临近苍风国的时候，遭遇了一队魔兵，险些全部葬身在那里。好在这位老前辈的突然出现，将我们救了下来。老爷子，原来是你救下了他们。儿子，当初我追杀那2名魔族武侯，整整1日1夜，辗转千里之遥，但可惜最终还是让他们借助保命之物遁走了。正在老夫沮丧的时候，却看到了一队魔兵包围了这群女娃子，老夫便顺势解决了那些杂兵。谁知后来一问，这些女娃子居然认识你，于是老夫一路将他们护送了过来。林姑娘，既然你们已经来到这里，我保证你们一定不会再遭受任何危险，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林月姑娘，当初我们苍风国与炎龙宗开战，在北荒域各大势力中，只有皓月宗对苍风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份恩情我国一直记着呢。这次皓月宗不幸遭难，就冲着这份渊源，苍风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你们就安心在皇城住下，最少在整个北荒域，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多谢林公子，多谢国主。好儿子，上一次老夫来不及询问，你的武道怎会进步如此之快，连老夫我现在都未必赢得了你，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老爷子，我武道进步了，你难道不开心吗？开心，老夫当然开心。你是我儿子，你越有出息，老夫当然越感到骄傲啊。对了，你这次怎么是一个人回来的？小黑还有我那儿媳妇呢？他带着小黑回娘家了。哦，没吵架吧？没有，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小夫妻也这么长时间了，我那儿媳妇的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儿子呀，你这方面可得好好努力呀，要不然老夫何时才能抱上大孙？老爷子，你这一趟也挺辛苦的，赶紧去休息吧，就别操心这么多了啊。老爷子年纪大，喜欢唠叨，你别当真啊。知道了。真没想到皓月宗竟然会沦落到如此下场。是啊，皓月宗一直隐逸世外，与世无争，可却也没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北荒域中的形势究竟到了一个多么严峻的地步。如今北荒大乱，不知道有多少势力遭逢大难，难有容身之所。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对那些受难的人提供一些帮助吧。我会即刻下令，如果有逃难到苍风国之人，尽量予以收容，
这次异族入侵，不知有多少势力分崩离析，一定也有许多武者流落在外。如果能够将之全部收揽，也能凝聚成一股相当不弱的力量。对现在的苍风国而言，能多一份力量总不是坏事。更何况以现在的形势而言，北荒域各大势力间最应该做的便是团结起来。希望那些异族下一次的行动再慢些。如果能够支撑1个月时间，若我能顺利突破到天武境的话，便能帮你分担一些压力了。可1个月的时间，真的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吗？你们说，龙香侯战死在了苍风皇城外。回统领，我们奉命攻打苍风皇城，却没想到遭遇了城中2位强者的阻力。经过一番激战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龙香侯与30位青铜魔兵尽数丧生，属下2人也是险死还生，最终侥幸才逃了回来啊！一座小小的苍风国，居然能够让你们3位1等白银武侯铩羽而归，那2人是何来历？其中1人似乎是100年前冲击天道规则的那座势力的余孽，而另1人是一位少年，我等也不知他的身份。少年？那少年虽然年纪尚浅，不超过20岁，但天资绝对不弱于咱们天魔境内的天才俊杰。最关键的是，他是一位剑修，剑道造诣极深，已经迈入了剑皇之境。哦，能诞生这等天才，如此看来，倒是真小瞧了这片世界。统领，这次是我们太过轻敌，才造成如此损失。但通过这一战，我们也知晓了苍风国的底细，除了风老者与那少年2人外，再没有其他值得我们重视的战力。还请统领下令，只要我们乘胜追击，派遣更多强者前往，一定可以顺利灭掉那苍风国。不急，统领难道不想尽快覆灭苍风国？灭掉苍风国是早晚的事，但这个时候却要缓一缓。如今北荒域大半版图都已陷落，这一路上我们虽然覆灭了许多本土势力，但还是有很多的漏网之鱼。如果这些人全部躲藏起来，以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将他们一个个寻找出来，恐怕要耗费不少精力。既如此，那何不让他们自己聚到一起呢？属下明白了，咱们在北荒域全面开战，却只留下苍风国不攻打，到时候那些北荒域逃离或者是潜藏起来的武者，为求自保，一定会全部向着苍风国汇聚而去。等他们聚集起来，再一网打尽，岂不是省却不少力气吗？统领高明，这实乃一箭双雕之策呀！这半个月以来，异族竟然真的没有再对苍风国发起过一次攻势，这太奇怪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异族故意留下苍风国这一片净土，应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汇聚而来，最后能够一网打尽。虎兄，你终于回来了。小子，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啊。你说，四象神功凉了。什么？那日咱们分别后，本皇马不停蹄地前往了中土神州，而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中土神州的形势与荒域相比，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已经被异族的战火蔓延，各大势力覆灭了一座又一座，哀鸿遍野，人心惶惶。而本皇赶到四象神宫的时候，却见到当初繁盛的四象神宫，却也已经沦落成一片废墟，无数山峰倒塌，大地崩裂，还有满地的鲜血与尸身，那景象绝对是经历了一场无比惨烈的大战。告诉我，朱雀公主、楚师姐、天南院长，难道他们都已战死？小子，你别激动啊，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你说，我到了四象神宫，虽然见到了许多弟子及长老的尸身，但四象神宫一些绝对高层，还有你说的那几人，他们的尸体我却没有见到，这证明四象神宫应该没有全军覆没。或许经过一场惨烈厮杀，最终冲出重围了也说不定了。本皇从那片废墟离开的时候，见到那横尸满地的惨状，也不忍心，最终搬了几座大山把那里给葬了。多谢小子，我回来的时候见到北荒域的形势，当真不容乐观呢。现在想从中土神州搬救兵也基本没戏了，想守住苍风国简直比登天还难呢。他们来了，这是天魔族进攻时的号角声，看来他们已经来了。走！7、2、3、9，这一次天魔族居然足足出动了9位白银武侯来攻打苍风皇城。我操，这下可是糟糕了！即便是对付中土神州那些顶级势力，天魔族应该也没有如此重视。区一座苍风皇城，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啊？灰袍在天魔族中
灰袍是什么等级？天魔族军方没有灰袍这一等级。这老者应该是一位阵法师。阵法师在北冥星域，阵法于道与武道不同，有着自己的境界等级划分，从低到高分别为灰袍、白袍、蓝袍、青袍、金袍、紫袍。灰袍阵法师能够刻画1至3阶的阵法，白袍阵法师能够刻画4至6阶的阵法，蓝袍阵法师能够刻画7至9阶的阵法，以此类推。而眼前这位灰袍老者胸前有一枚星辰罗盘的徽章，徽章下有一道金纹，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灰袍阵法师，能够布置出一座1阶阵法。1阶阵法，这样看来，此次天魔族出动的阵容足足有10位白银武后，还有一位灰袍阵法师。你就是那位踏入了剑皇境界的人族少年，在这片贫瘠的世界，你能达到现在这个成就，足以证明你天赋超然。本统领是一位惜才之人，虽然你与我天魔族为敌，但我还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今日肯归顺我天魔族，本统领便宽恕你过往的罪责，如何？如果我不同意呢？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从小在这片世界生长，如今天魔族降临，对这片世界的武者大肆杀戮，咱们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想让我投靠天魔族，这种话还是不要再说了，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魔族，还我羽化仙门众兄弟命来！哼，拳皇。不好！哼哼，小畜生，上次我们2人联手却没有奈何你，这一次我们3位白银武侯联手，看你是否还能讨得便宜。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坐以待毙。找死，便知自不量力；找死，便知自不量力。好强的力量！哈哈哈，那还用你说？你小子天赋就算再强，如今也不过天武5重，而我们3人每一位都达到了天武极境。你想与我们比拼绝对力量，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你去死！可惜，这小子怎会如此厉害？金武侯，你一定是看这小子年龄小，境界与你相差不少，心中对他十分轻视，对不对？你要是如此认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少年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天武极境，可发挥出的战力却异常强大。上次我与4方侯联手之下，与这少年一战都没有讨到丝毫便宜，你还是趁早收起你的轻视之心，别一不小心被这小子给宰了，那我们还要受你拖累。我不会再大意了，一起出手，今日一定要将这小子给杀了。你们这帮魔徒败类，以为以多欺少，老夫便会畏惧于你们。来，今日老夫便要看看你们是否能抵挡住老夫这双铁拳。杀！这老东西是真疯了，面对咱们4人包围，他还能爆发出如此强盛的战意，感觉不是咱们在围攻他，而是他一人在围攻咱们4个。哼，他这种战法固然一时能够取得上风，但对于体内根源的消耗却也极为恐怖。咱们不需与他硬拼，只要拖延到他真气衰竭的时候，便是这老疯子的死期。这2人发挥出的战力果然不凡呢，被我天魔族7位白银武侯围攻，竟然不落下风。由此看来，龙香侯死在这2人手中倒是不冤。不过可惜呀，面对今日我族这等阵容，你们2人再如何挣扎，也终究难逃一死。孤岛先生，这苍风皇城便交给你了。嘿嘿，魔云统领放心，老夫便布置一座天火流星阵，只要阵法一成，保管这座城池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化为一片火海炼狱。那就有劳孤岛先生出手。不好，我是真的让这老家伙将阵法布置完成，这一城生灵恐怕顷刻之间就会被抹杀干净，本皇必须要阻止他。不好，糟了，我现在被他们拖住，如果再这样下去，最多半个时辰，整座皇城将会彻底化为飞灰。不好，拦住他！好恐怖的力量！小子，
本来我族出动的阵容根本不需要本统领出手，便足以对付你与那疯老者。不过本统领不想浪费时间，还是选择亲自动手。既如此，你就应该明白，今日你们的结局已经注定，再如何挣扎也难逃一死。本统领此前给过你归顺的机会，你却冥顽不灵，现在可后悔了吗？哼，你们天魔族恃强凌弱，贪婪狠毒，就算再强大，也难以掩盖你们这个种族卑劣的本性。我林彻休与你们为伍，有什么好后悔的？下奸嘴利，既然你一心求死，本统领便成全你。大江东去。小子，本统领施展的这门战技不以威力著称，但却是一门十分神异的战技。你每次与我交手所承受的压力便增强一分，我看你还能支撑多久？绝不能与他再这样缠斗下去。对了，混沌之气，既然他施展的战技是水属性，我体内的混沌之气自然可以克制。破！什么？你竟然能够破解本统领掌握的战技？山海侯三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自然不是要让他与魔云公平对决，而是在等待时机，露出一点破绽，必将承受暗中这三人的致命一击。是虎皇？呵呵，你不是以为凭那头畜生能够毁坏掉古岛先生布置的阵法吧？古岛先生是一位阵法师，对武道并不精通，在布置阵法的时候，如果被武者近身，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过本统领早已布置人手，专门保护古岛先生的安危，就凭那头畜生怎么可能近身得了啊？给本皇滚开！孽畜找死！凭你这孽畜也敢在我等面前逞威，那就让我先来会一会你，看本侯夺了你的兵刃。空间震荡，不好！可恶啊！若本皇境界恢复到天武六重，能施展出空间塌陷的力量，一定可以将你杀死。你说什么？你刚刚施展的是空间力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有什么好惊讶的？本皇当年纵横星域的时候，你们两个还在娘胎里呢。若不是本皇现在落难，保证你们听到本皇的名头就要被吓得尿裤子。你是说，你原本是从域外而来，根本不属于天武大陆上的本土兽族？那就更不可能了！别听着孽畜胡言乱语，一起出手杀了他！呵呵，只要老夫将最后一颗元晶落下，这座天火流星阵便将彻底激活，到时下方那座城池也将在瞬间化为一片灰烬。你这贱人！居然杀了古岛大人！居然杀了古岛大人！贱人！本统领今日一定要杀了你！不好，滚！你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还想救人？还是留下来吧！苍龙之怒！不可能！这小子的剑力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强横？给本统领死来！不！别伤心。想不到你们感情倒是深厚啊！那本统领便成全你们，送你们这对亡命鸳鸯一同上路。儿子，走！婉儿，你不能死，你绝对不能死！对了，混沌之气，混沌之气，混沌之气或许还能够救你，混沌之气或许还能够救你。老东西，去死吧！老夫临死之前能拉你一个垫背，值了！什么？这老疯子真不是一般的强势。如果我们今日准备不是如此充分的话，面对这样一位强敌，遭受的损失恐怕难以想象。困兽犹斗，看来是本统领大意了。不过刚刚那一击，应该也已经是你最后的挣扎了吧？现在本统领便送你上路吧。
老爷子，你们全都给我去死！不好，这小子是要走火入魔的征兆啊！找死！杀！我这方古盾乃是千年紫云铁所铸，只差一线便能达到阶位宝器的级别。现在虽然只是伪阶位宝物，却也比你们这片世界的天气更加珍贵，堪称坚不可摧。你想凭借一柄凡剑破开，简直痴心妄想！苍龙之怒！他竟然杀掉了山海侯！这小子虽然天赋惊人，但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想要击杀山海侯这等强者，最少也要在数百招之后。可为何他的战力会在突然间飙升如此之多？看他现在的状态，分明是要走火入魔的征兆。难道这小子疯了，还能增加战力不成？接战阵！你们统统给我去死！苍龙之怒！怎么可能？是他的剑技。这小子的剑技竟然如此诡异，其威力与他此前施展的时候有着翻天覆地般的变化。他这门剑技威力奇大，但对于武者真气的消耗也无比恐怖。以他现在的状态，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不要与他硬拼，散开！什么？真没想到，只是覆灭下位世界中一座小小的皇城，居然会让我诞生出这种情绪。今日一定要杀了这少年，不然他必将成为我以后的心魔。不过现在要想击杀眼前这少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拖。只要能拖延到他真气竭尽之时，那么他就必死无疑。死了！天哪，竟然又被他斩杀一人！这少年是一个魔鬼，他绝对是一个从地狱而来的杀神呐！本统领所料果然不错，看他现在的状态，体内的真气应该已经濒临枯竭。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撑不住了，现在便是杀他的最好时机。果然，身为白银武侯级别的强者，你不可能没有携带修炼资源。给我吞！不可能！他刚刚体内的真气明明已经干涸，怎么会突然间迎来复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说过，你们今日都要死！好个狂妄的小畜生！龙颜尊使，尊使大人，我等不必说了，真是想不到，为了对付一座小小的苍风皇城，竟然让我族遭受了如此多的损失。灵感王尊大人的推测果然不错，眼下这座皇城存在一些因果，将可能会影响到我族的计划。还好老夫不放心，身处万里之遥，斩出了一道分身前来探查一番，不然今日派遣而来的武侯岂不全部要葬身此地？分身，小畜生，你已犯了滔天重罪，是你自裁，还是让老夫亲自送你上路？我选择送你下地狱。好厉害的剑技，怪不得能斩杀我族如此多白银武侯。不过可惜，这门剑技威力虽然不俗，可以你现在的境界修为，还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力。若你修为再进一步，凭此剑技或许能够威胁到老夫这具分身一二吧。只是一具分身而已，怎么会如此之强？好恐怖的力量！小辈，你身为这方世界的土著武者，眼界终究有限。虽然你的天赋不弱，但终究会受到眼界的限制。你永远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广阔，更不会知道天武之上的武者到底有多么强大。天魔族不过是仗着时间的优势，早一步发展起来，此后便恃强凌弱，对天武大陆这等下位世界实行封禁与掠夺，抑制其他低等世界的发展。身为天武大陆的一员，或许我的眼界是低了些，可你们天魔族身为一群卑鄙无耻的强盗，又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如果给我时间，你们天魔族又算得了什么？哼，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居然敢如此口出狂言。罢了，老夫懒得与你一只蝼蚁多说什么，现在也该是时候
送你上路了。不好，难道我林彻今日就要陨落在此？不，就算我今日必死无疑，也一定要拉着你们同归于尽。来，让我来看看你这老东西的肉身是否能承受住一方世界的天道力量。难道这小子还有什么底牌？即便你真的还有底牌，难道还能威胁到老夫不成？死吧！婉儿，是婉儿当初修炼之时曾浮现出那道禁忌神像。神灵雨？不可能！传闻只有在灵族，一些古之圣贤诞生或者是陨落的时候，才会造成这等天地异象。难道这女子与灵族有关？婉儿没有死。天涯疏影梦忽醒，今日方知我是我。他明明是被本统领亲自杀死，怎么可能现在还能活过来？这不可能，本统领一定是在做梦。本统领绝不相信这世上有死而复生的事情发生。好，既然你如此诡异，那本统领便再杀你一次，看你是否还能活过来。小心！怎么可能？你施展的这是什么妖法？妖法？不是妖法，他刚刚是操纵灵气，化为一条无形的灵气丝线，从而杀死的魔云。你果然是与灵族有关，莫非灵族暗中已经发现了那件至宝，在这片天武大陆早有布局？不可能，这片下位世界处于我族统治疆域之内，我族也是第一个发现那件至宝的，然后便将其列为最高的机密。消息封锁之下，灵族的星界相隔这里如此之远，怎么可能得到消息？况且灵族就算得到了消息，想要在我族地盘上争夺那件至宝，必然也要兴师动众，派遣大军前来，绝不可能只派遣一位女子降临此界，不然怎么可能争得过我族？不是天武大陆的土著武者，而是来自灵族。你究竟是何人？我是谁并不重要，天武大陆与浩瀚的北冥星域相比，渺小的就像一粒尘埃，虽然处于你们天魔族的疆域之内，但也如同一处偏僻山村一般，按理来说不应该得到你们的关注。而且以天魔族的行事风格，若对一座世界施行征伐侵略，那么那处世界中必然有着让你们心动的资源。可是天武大陆如此贫瘠，又有什么值得你们出手的呢？我现在倒是很好奇，这片大陆究竟有着什么吸引你们的东西？无论这里有什么，都与你们灵族无关。我只是好奇一问，你这么紧张做事？你们灵族就是一群土匪，不得不防。可笑，你们天魔族欺凌弱小，连天武大陆这样一处低等位面都不放过，居然说灵族是土匪。废话，这2000年来你们灵族做了什么？难道你们自己不清楚吗？既然这女子与灵族有关，无论如何都必须将她永远的留下，不然消息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杀我，那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狂妄雷电法相，看你是否还能承受住本尊使这一击，给我震杀！好恐怖的一击呀！本尊施展的雷电法相远远超过了这片下位世界对于战技的认知范畴，乃是一门跨入了阶位的神通武技。凭借此神通武技，本尊使在这片世界内足以立于不败之地，你无论如何挣扎，今日都难逃一死。是吗？区区一介神通武技也敢如此嚣张？那就让你看看我是如何破灭你这尊法相的。地灵束缚。你这是什么手段？杀你的手段。不可能！一介神通武技已经远超这个世界的武道文明维度，你居然能够破解，这有什么好值得惊讶的吗？若不是我天赋刚刚觉醒，神魂与这具肉身还未融合，
你信不信我有100种方法能够轻松杀死你？好个狂妄的女子，本尊使就不信你真的有这么强大。天风紫雷刀。你以为近身搏杀就能对我形成压制？好，既然你对自己近身搏杀的能力如此自信，那我就成全你。你这是什么剑法？灵眼剑诀，灵族中最基础的一门剑法。基础剑法？不可能！一门基础剑法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你的眼界太低，自然不懂。一门武器的强弱在于施展武技的人，而不在于武器本身。可恶！你这猖狂的小丫头，本尊使今天一定要杀了你！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大？你不用这么惊讶，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这位小女友乃是一位神秘强者的转世，她身后的那道禁忌神像代表了她前世的意志。如今那道禁忌神像与她彻底融合，她记忆完全觉醒，体内的枷锁被禁术打破，所掌握的手段自然十分强大。居然能够压制尊使大人的分身，这女子怎会如此强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尊使大人这具分身一旦落败，咱们都将遭殃啊！不错，咱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那就一起出手。今日一定要帮助尊使大人击杀这名女子，说不然不好。什么？我还没死呢，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密谋，是否太不将我放在眼里了？我早已经说过，你们今日都要葬身此地。现在你们的尊使已经无法阻拦于，也该是时候送你们上路。真想不到，一卷没有跨入阶位的基础剑法，在你手中居然能够发挥出如此威力，老夫真是小瞧了你。不过你仅凭这些就想击溃老夫，怕是有些异想天开。没有绝招，我还可以创造绝招。你在跟老夫开玩笑吗？是不是开玩笑？你马上就会知道。灵眼禁诀，九式合一。不好！灵眼禁诀，九式合一。不好！你竟然真的能够在一卷基础剑法上创造出必杀的绝招，这绝对不可能！以你的年纪，绝不能有这等超凡见识，莫非是灵族某位大能的转世？还不算太蠢。居然手下来了！老爷子，老爷子，你撑住啊！儿子，别费力了，老夫心脉尽碎，活不成了。不，让我尝试一下，或许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现在只想跟你最后说几句话。老爷子，你说。儿子，你是不是以为我一直很疯呢？其实我早就已经恢复神智，只是我一直在装疯卖傻。我怕自己恢复神智后，你就只会以前辈尊称，不会再认我这个爹。当初我在羽化仙门守墓100年，整个人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直到碰到你。与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是老夫这100年来最开心的一段时光了。如果我真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啊！孩子，听到这些，你是否还会认我这个爹呀？爹，好，太好了。但可惜，爹以后恐怕再也保护不了你了。你要保重。虽然咱们两个平时的脾气很不对付，但其实在本皇心中，对你这老头的为人还是十分敬佩的。没想到你最后竟然会战死在这里。逝者安息，老黄，小黑愿你一路走好。太好了，如果依照这个速度，最多还有1个月的时间，这棵太初神树的灵种将会彻底的成熟。我族降临在这片下位世界中，到目前为止，一切的计划都如同想象中一样顺利。只要再有1个月的时间，老夫能够将这颗种子带回，那么老夫此行的任务便算是圆满完成了。魔云统领以及诸多白银武侯全部身死，连老夫的一具分身也遭破灭，怎么可能？
灵族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变数？在此行之前，灵感王尊大人便生出预感，在这片大陆某处小国将会诞生一丝因果，或许会阻碍我族的计划。现在看来，灵感王尊大人担心并非多余啊。不行，我族为了今日布局了如此之久，任何有可能影响我族计划的阻碍都必须提前扼杀在摇篮之中。看来老夫必须要亲自前往一趟，你等在此地好好看护此阵，任何武者以及妖兽企图接近，格杀勿论。是。老爷子，如果当初我没有将你从羽化仙门的遗址中带出来，或许你今天也不会死去。逝者已矣，我想老爷子如果在天有灵，应该也不会想看到你现在这般伤心。节哀吧。怎么这样看着我？不认识我了吗？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平静呢。我内心很不平静，只是我无法确定。我很想知道，你还是他吗？应该算是吧。数百年前，我选择转世重修，这是我的第2世。现在，我原本的记忆觉醒，与这一世的记忆融合，但也只是融合，并没有将这一世的记忆抹杀掉。准确来说，上一世是我，这一世同样是我。2段经历与记忆，于我而言，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生。只不过与上一世的浩瀚记忆相比，这一世的经历实在太过短暂而浅薄。我明白了，虽然在他的心里或许还保存着那一段短暂的经历与记忆，但我们2人之间或许再也不可能像往日那般相处。这3人好强大的武道气息。不要紧张，这3人是灵族之人，他们应该是前来接我的。他们是来接你？这样说来，你要离开这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你可知道我的身份？咱们所处的这片星域名为北冥星域，而统治这片星域的共有3大星界势力，分别为灵界、天魔界以及兽神界，而我便是灵界之主。想听听灵族过往的历史吗？2000年前，在一片十分遥远的星域，有一支千人队伍，由于遭受惩罚，被赶出了原本所在的名为太古灵族的族群。由于太古灵族无比强盛，称霸一片星域，因此被赶出的这支千人队伍，如果想要生存下去，便必须远离那片被太古灵族影响颇深的星域。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必须要远离故土，前往其他星域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最终成为了星空中的流浪者。难道那1000名流浪者就是最初的灵族？没错，这些被驱逐之人就是最初的灵族，而当时只有7岁的我便在那群被驱逐的族人之中。而我们由于在未知的星域中流浪，为了获得最基本的资源，甚至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选择浴血拼杀，有很多人都死在了流浪的路途之上。为何？难道茫茫星域之中就没有区区灵族1000余人的安身之处？天武大陆是以人族为主的世界，你没有离开过这里，自然不会知道在星域之中各大种族之间的争斗有多么可怕。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带着苍风皇城1000人出现在天魔族为主的天魔界，你猜会是什么结果？或者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一只妖兽突然闯入了人族统御的城池内，又会是什么下场？我们虽然被驱逐出了太古灵族，但我们身上却依旧流淌着太古灵族的强大血脉。如果是在本土星域还好，可一旦流落在其他种族统治的星域，便会成为彻头彻尾的异类，遭到无数种族的觊觎。那个时候，灵族无论流落到任何一处星域，都会受到那片星域本土种族的歧视与针对。在他们眼里，或许我们与一群血脉强大但实力孱弱的蛮兽无异，有很多人想要将我们杀死，然后研究我们的功法、肉身以及血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断流浪逃亡。在第一次踏足北冥星域这片陌生之地的时候，原本1000余人的队伍已经只剩下300名族人。我只记得那时候真的很惨很惨，而我在亲身经历过这些，眼见族人之悲惨之后，便曾在心里默默立下誓言，终有一日，我一定要率领族人在这片星域站稳脚跟，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星界，绝不要再受到其他种族的欺凌与践踏。后来的事情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如今2000年过去，当初无比弱小的灵族已经成为了这片星域最强大的种族之一。
成为了与兽神族、天魔族这两大统治种族并驾齐驱的存在。灵族辉月使者，恭拜领主圣驾。领主大人，我们终于寻到您了。这片世界已经被天魔族封禁，你们如何能够前来这里？回领主大人，这片世界的确已经被封禁，甚至在这片世界外空有天魔族的一位王级强者镇守。不过我们这次前来也有所准备，族内的沐雨灵王亲至，现在沐雨灵王正在与天魔族的那位王级强者对峙，因此我们才能趁机突破封禁，前来寻找领主大人您。属下来到此地发现，这片世界只是一片荒芜的下位世界，但天魔族居然出动了王级强者镇守。难道他们已经发现了领主大人您的踪迹？他们应该是发现了这片世界诞生了某件宝物，并不是刻意针对于我。我曾经率领灵族抢夺了兽神族与天魔族太多东西，这两大种族对我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上一世我的武道登临巅峰，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但如果他们发现我转世的秘密，一定会倾尽全力设法将我扼杀在摇篮之中。天武大陆位于天魔界的领地之内，而且极为深入，即便是我灵族的大军，除非能够覆灭大半个天魔界的疆域，否则根本无法抵达这里。简单来说，这里是天魔族的主场，他们占尽了地利的优势。如果让他们得知了我的消息，天魔族内更为恐怖的强者将很快便会降临此地。所以即便我留在这里，也无法拯救这片世界，只会给这片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我明白了，希望以后有缘，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好，那就有缘再见吧。虽然灵族不可能挽救得了这片大陆，不过这次离开后，我会尽最大努力保住苍风国。好。天魔族，没想到天魔族想要覆灭苍风的决心如此强烈。上次遇挫之后，这才短短几日时间，居然再次前来。区区一座下位世界中的皇城，居然让我天魔族折损了如此多的白银武侯，甚至逼迫的老夫不得不亲自前来。呵呵，让你们这座皇城内主事之人出来，老夫今日倒要瞧瞧你们究竟有什么能耐。呵呵，一群蝼蚁罢了，反正老夫本来便是要诛杀尔等，既然你们不敢现身，老夫也不必浪费这个时间了，那就送你们全部人一起上路吧。灵族强者，看来此前老夫的猜测果然不错，你必然是灵族的一位大能转世，若不然灵族绝不会千里迢迢派遣族内的强者降临在这片下位世界。灵族的强者应该就是来接引你的吧？你在灵族之中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乃灵界之主。什么？怎么，你不相信？胡扯！你若是灵主，恐怕身为灵族之师的那位老妖怪都将亲至此界，怎么可能只派遣出这几名灵族之人前来接引你？你在故意夸大自己的身份，想让老夫为之忌惮。你不可能是灵界之主，多半是灵族中某位王级强者的转世。不过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与灵族有关，老夫都必须要将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还在这里，你却想要对我灵族的高层出手，未免也太不将我放在眼里了。看来你这是想要与老夫正面较量一番。看你身上所穿的服饰，应该是天魔族内的一位黄金尊使，修为境界想必已经超越了天武境。不巧的是，我也是一位超越了天武境的武者。你想与我较量较量，难道我会怕你不成？你说的不错，凭借老夫一人或许难以在你的保护之下杀掉他，可是你不要忘了，这里是在我天魔界的地盘之上，我天魔族占据了地理优势。如果我将消息传递出去，我天魔族更多的强者将很快便会降临此地，到时候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镇定。看来你是铁了心想要将我留下。若你真是一位灵族强者转世，我天魔族自然不会放过你，能够将你留下便等于削弱了灵族的整体实力。
既然你都猜到这些，我灵族岂会没有防备？如果你们天魔族的强者赶来，我灵族的强者想必已经在路上了。你是在威胁老夫吗？可惜，等你们灵族强者赶来，只怕这里的黄花菜都已经凉了。或许吧，等灵族的强者赶来，可能已经来不及救我，但未必不能发现你们天魔族在这里的秘密。你说什么？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天武大陆这样一处低等位面，究竟有什么吸引你们天魔族的东西？你们天魔族在这里布置了这么久，又究竟是想要得到什么？如果我在这里遭遇不测，能够将灵族的目光吸引过来，就算我真的陨落在这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能够帮助灵族看清你们天魔族的真正目的，也算对灵族做出了一些贡献。我族在这里布置下了万年之久，就是为了得到那件至宝。这个关键时期绝对不能节外生枝，更不能将灵族的强者吸引到这里，不然我族的万年大计必然会暴露于整个北冥星域的视野之中。不好，眼前这女子看来已经察觉到了我天魔族在这里所布置计划的重要性，这是在故意激我。难道天魔族在这里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正在布置的计划，真的如此重要，居然比扼杀敌对势力中一位王级强者转世还要重要？有辉月使者在此守护，你一人恐怕杀不了我。你不是要喊人吗？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好了。你走吧。走？你要让我离去？哼，你既然在灵族中身份非凡，我若将你留下，固然是大功一件，但我以后必然也将遭受灵族的疯狂报复。我只是天魔族中的一个小人物，犯不着为了立功如此卖命，将自己置于险境。况且老夫这次前来的确有任务在身，虽然也不是什么重要任务，但老夫向来的性格便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既然如此，咱们各退一步，你不影响我，我也不再找你麻烦，你看如何呀？你早这样说，我也不必跟你浪费这许多口舌了。这里毕竟是我天魔界疆域，你们身为灵族之人出现在这里，完全是对我族的挑衅。老夫虽然不想与你们起冲突，但也必须限你们尽快离开此地。等等，怎么了？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前世虽然是灵族之人，但这一世转生在这座国家之内，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降临在这片大陆究竟有着什么目的，但接下来你们不可再对苍风国出手，不然就算这里是你们天魔族的地盘，我也绝不会与你们善罢甘休。区区一座小国，灭与不灭也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你这样说了，那老夫便给你灵族一个面子，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居然就这样走了？通过刚刚领主大人与那人的对话，不难得知，天魔族来到这片下位世界，应该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目的。只是可惜这里是天魔族的疆域，咱们灵族鞭长莫及，想要对此事进行调查，恐怕有些困难。领主大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目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障您的安危。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为好。如果我的身份流传出去，也将会给这片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既如此，那我无论如何都是要离开的。父皇，你当初对我如此器重，将苍风国的皇位传授于我，但我现在必须要离开，却不得不辜负你的期望了。孩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不过现在我知道了你的身份，明白你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还是很庆幸能够与你有这一段父女之缘。莫哭了。姐姐，你真的要走了吗？你应该已经长大了，别动不动就爱哭鼻子。我离开后，你要替我为父皇分忧，另外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我该走了，我上一世名叫江初夏，如果有缘的话，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到。江初夏，他临行前将这个名字告诉我，应该是期望再见到我。这样说来，他内心中应该还有着对我的一丝感情波动。虽然他前世的记忆觉醒，但这一世的记忆却未消失。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人生，他内心或多或少都对你有着一丝感情的。只不过这一世的经历对他而言太过短暂，无法影响到他的心境而已。我明白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之间的经历还不够。既然是这样，那我以后将他重新追回来就是。2-3年的感情，对于武者而言的确太过短暂。可他现在转世重修，我可以陪着他一起成长。或许10年后、100年后，我们之间
会有着更为精彩的故事。有了更多的交集以及共同的人生经历，我们之间的感情才会变得更有意义。难道天魔族出尔反尔，重新杀了回来？这股气息并非是天魔族的武者，是黑暗神教以及四象神宫的人。林师弟，林师弟，自从你上次离开四象神宫后，中土神州便发生了许多巨变，师姐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现在能够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楚师姐，我听说四象神宫也遭遇到了天魔族的袭击，现在中土神州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土神州如今已经彻底沦陷了。彻底沦陷？数月前，一大批异族的强者降临在中土神州，他们出现后便对中土神州内的各大势力进行清扫。这些异族的强者，无论是数量还是战力，都可说是无比的强横。中土神州之内没有任何一座势力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因此短短数月时间，中土神州便已经彻底沦陷。许多屹立多年的古老宗门都没有逃过覆灭瓦解的下场，即便是那些最顶级的势力也不例外，比如刀魔宗。连刀魔宗也没有逃过覆灭的下场。在最初中土神州中传来异族入侵的消息的时候，各大势力虽然人心惶惶，但并没有到心生绝望的地步。可如今，现在看来，这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刀魔宗遭遇覆灭的消息传出后，四象神宫便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整个宗门进入了防御状态。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低估了异族的强大。那一日，异族足足出动了15位天无境强者前来袭击四象神宫，即便四象神宫的宫主、长老等高层全部出手抵御，也很难抵挡他们的攻势。仅仅半日时间，宗门内便已经血流成河，死伤无比惨重。如果照这样下去，四象神宫很可能会沦落到与刀魔宗一样的下场。但好在最后关头，黑暗神教的众多强者突然出现，赶来救援我四象神宫，合理之下才将那些异族击退。黑暗神教？是，多亏黑暗神教的叶教主深谋远虑，在刀魔宗覆灭之后，便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早已不是任何一座单独的势力能够抗衡。想要度过这场劫难，所有势力都必须放下门派之见，共同抗敌。因此他才会率领黑暗神教群雄赶来救援四象神宫。谢姑娘，多谢了。咱们之间需要这么客气吗？也是，谢姑娘，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担心你，但现在见你安然无恙，我也就放心了。真的吗？这段时间你有想到过我？当然。想必这位便是林彻师侄吧？老夫早闻其名，但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今一见之下，果然是一表人才呀。林彻，这位是你的青龙师伯。弟子林彻拜见青龙师伯。师侄不必多礼，其实我早就听说宗门内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天才，一直想见一见，但可惜前段时间处于闭关之中，没想到便拖延到了现在。林彻，你青龙师伯一生醉心于武道，淡泊名利，有时候一个闭关可能就要数年之久，即便是咱们宗内长老也难得见他老人家一面。这次异族攻打四象神宫，大师兄他本来正处于闭关之中，但听闻消息后便果断从闭关之地走出，在那场血战之中，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异族2名天武极境的强者，拖延住了局面，不然也不可能支撑到黑暗神教赶来支援。师伯神勇，弟子佩服之极。哎，老夫有何神勇之处啊？四象神宫1000年基业，如今在我手中毁于一旦，我实在愧对宗内历代先贤呢。哎，不过好在我宗门诞生了林师侄这样一位少年俊杰，总算后继有人呢，乃是我四象神宫之幸。师伯谬赞。林少侠不必谦虚，青龙兄所言乃是事实。四象神宫能够诞生你这样一位天才弟子，可真是让我黑暗神教无比羡慕啊！在下叶成风，久闻叶教主大名，晚辈今日能够得见尊荣，晚辈深感荣幸。林少侠客气了。此前与异族那一战，虽然四象神宫与黑暗神教联手，
最终杀出了重围，但两大势力死伤却也无比惨重。在那一战中，不仅是前副院长等人，即便是身为巅峰战力的白虎、玄武两位公主，也是战至立即而亡。还有咱们朱雀神宫内，你的二师兄齐浩同样在那一战中身亡。你三师姐夏慧本来是有逃生的希望的，但见到爱人之死，最终却选择殉情。如今两大势力经历过这样一场劫难之后，便只剩下这些人了。我们两大势力杀出重围后，便发觉中土神州已非久留之地，因为异族派遣的主力几乎都抵达了中土神州。与之相比，在四大荒域内，异族的驻军却相对薄弱，于是我们才决定前来荒域。而在途中，我们碰巧听闻异族围攻苍风皇城的消息，于是做出决定，立即赶来支援。苍风皇城的危险已经度过，接下来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战事发生。公主，你们一路上舟车劳顿，就先在这里住下吧。厉伯父，贤侄无需多言，这个时候咱们天武大陆的武者本就该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况且我对诸位群雄早已敬仰多时，诸位能够降临到我苍风国，乃是我苍风国的荣幸。诸位群雄一路远来辛苦，我苍风国必将好好款待。诸位请随我来吧。小黑，竟然是你！你怎么变得这样小？本皇这几日炼化了5位白野武侯的本源，境界已经恢复到了天武8重，也顺便将曾经掌握一门神通如意法身重新修炼完成，能够随意变换大小，变成现在这么大，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本皇愿意的话，足以变成苍蝇一般大小。能变成苍蝇一般小？你们两个小妞来这里做什么呀？我们是来看望林师弟的。不用看，这小子抑郁了。抑郁？媳妇儿跑了，爹死了，能不抑郁吗？看来荒云前辈的逝去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我们只是想去安慰一下他。虽然你们都是这小子的红颜知己，不过就算是他媳妇儿，也没有本皇对他了解。放心吧，这小子不会这么轻易被击垮的。他现在不需要安慰，能够让他独处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能够想通许多事情。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好吧，希望能够如你所言，那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糟了，这小子将这笔剑都给放生了，不会真的心灰意冷，准备躺平了吧？难道这小子真的承受不住接连而来的打击，彻底心灰意冷啊？这小子红颜知己倒是不少，怎么前来看望他的都是女人呢？还好本皇身为兽族，要不然恐怕连本皇都要嫉妒这小子的女人缘了。诸位皆是来自中土神州，我苍风偏僻小国，这几日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海涵呢。李国主言重了，我辈修武之人本就该贪图享乐，置身事外，况且如今这个情况，能够有一处安身之地就已经十分不易，还要多谢李国主不嫌弃我等打扰啊！哪里呀？瑶瑶，你林师弟如今还在那座山上吗？林师弟这几日一直守在黄前辈的墓前。林少侠接连遭受打击，看来是很难从阴影中走出啊。此前一族10余名天武境强者前来攻打苍风皇城，如此恐怖的阵容之下，就算是中土神州内的顶级势力也不可能抵挡下来，林师侄却能顶住压力将之击退，此等魄力即便是老夫也自愧不如啊。可惜这一战后他也失去了很多，换做任何一人面对他遭遇的境遇，恐怕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内心。这段时间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就让他静静地消化一段时间，希望他能够尽快从悲痛中走出吧。今日聚在一起，正是为了探讨一下如今整个天武大陆的局势，大家有什么看法，尽管来说一说吧。在以往，天武大陆上有更为高等的位面，对于我们而言根本是难以置信的。可现在他们却真的降临在了这片大陆之上，而且几乎是短短数月时间，便让整个天武大陆陷入了一片动荡之中。如今中土神州与荒域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境。从这段时间我们与他们交手来看，这些异族的武者拥有着更为高等的文明，更为强横的武道，
就像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仅凭天武大陆现在的实力，想要与之抗衡，恐怕会很难很难的。现在其实还不是最为绝望的时候，毕竟天魔族降临在这片大陆上的武者只有数万人而已。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清扫这片大陆中的各大武道势力，先行让这片世界丧失最基本的反抗之力。但若是他们真正想实现对这片世界的统治，接下来就应该会对这里进行大量移民。到那时候，咱们天武大陆的本土族人经过数代压迫，很可能便会彻底沦为他们的奴隶，成为低人一等的卑贱种族。那才是最为黑暗的时刻呀！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世间最为绝望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不过好在我们现在还能聚在这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守住这座苍风国。若将来天武大陆真的全面沦陷，最少还能为本土人族在武道方面留下一丝火种。大师兄所言不错，但除此之外，咱们身为武者，大难临头之际，绝不能只顾自身安危。我建议大家除了要坚守此地不失之外，这段时间也要主动出击，动身前去营救各方武林同道，能多支援一座势力，便能为这片大陆多保存一份力量。好，诸位好魄力，不过这样做恐怕并不能拯救这片大陆。林仙子，你这几日我在给我爹守灵，让各位前辈担心了。不过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啊，太好了，林仙子，你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这真是太好了。我刚刚听闻了诸位前辈的商议，不过我觉得有些方面不同。林少侠有何高见，但说无妨。天武大陆的局势其实远比想象中的更为艰难。诸位前辈刚刚的提议是想要动身前去营救尽可能多的势力，然后凝聚成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目的是为了坚守苍风国不失，可对？是，我们现在觉得在眼前这个局势下，坚守苍风国不失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如果将来整个天武大陆都沦陷了，只要保留苍风国这唯一的一片净土传承下去，才能为后世留下一丝火种。以天魔族的体量，即便我们聚集了天武大陆上所有力量，也很难说能够坚守苍风国不失。虽然那位龙岩尊师说过不会再对苍风国出手，可是对于异族的承诺，我们却绝对不能够完全信任。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最终能够保住苍风国，那又能如何？对于任何一座势力而言，统治的疆域范围便能够决定这一座势力的强弱与发展。而苍风国作为荒域中的一座国家，国土面积只有这么大，意味着能够提供给武者修炼的资源也极为有限。咱们这一批人或许凭借各自不凡的武道实力，能够保住苍风国坚守不失。可如果将来我们这一批人逝去，下一代的武者没有了武道资源的支撑，想要诞生出一位天武境的武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苍风国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呀？这样说来，无论我们如何挣扎，最终都难以改变天武大陆的结局呀！诸位不必如此沮丧，我说这番话是想让大家明白天武大陆的局势，但也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咱们还有拼死一搏的机会。哦，拼死一搏的机会。据我所知，天魔族之所以会降临到这片大陆，是因为在咱们这片大陆上诞生了一件宝物，吸引到了他们的目光，而统治这片大陆只是他们为了获取那件至宝选择的手段而已。宝物？天魔族想要得到那件宝物，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件宝物对于天魔族异常重要，他们为此布局不知多少年，而且绝不容许有半点差池。林世之，难道你说出此话是想要……我想与天魔族争夺那件宝物。既然那件宝物对天魔族如此重要，只有我们将其争夺到手，才有与天魔族谈判的资格。叶教主所言不错，但正是因此，我才说是拼死一搏。这段时间，我在黄云前辈的墓前想了很多很多。我觉得以如今的形势，如果我们都放弃抗争的话，那么整个天武大陆也将彻底失去希望。准确来说，这一战我们不打，就会留给我们的后人来打。可那时候他们的处境将会变得更为艰难，想要获得这场胜利的机会也会变得更为渺茫。诸位可以想象一下，若千百年后天武大陆真的陷入到一片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的后人又将如何看待我们这一代人？好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林小友有如此气魄与胆识，真是让老夫佩服至极。尹千商，这老鬼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呀？老夫居然能够在这里见到黑暗神教与四象神宫两大势力之人，真是让人意外。我们两大势力在这里聚会，有什么好意外的？倒是你们阴风鬼宗，身为邪道势力，
出现在这里又是抱着什么目的？这里是苍风国，乃是林彻小友的故乡。老夫身为林彻小友的朋友，前来这里看望于他，有什么不妥吗？殷宗主的确是我的朋友。林世志，这阴风鬼宗可不是什么名门正派，其宗主殷千商行事更是乖张狠戾，乃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邪道魔头。与其打交道，还是要万分谨慎为好啊！青龙老儿，休要小瞧于人。老夫虽然平日里行事是霸道了一点，但数月前受困于一处剑界内，万念俱灰之下，受到林彻小友的感化，早已大彻大悟，改邪归正。哈哈，大家不需意外，殷宗主数月前与我有过一段渊源，我们也早已化敌为友，现在大家都是朋友，没必要彼此抱着这么大的敌意。还是林小友明白事理呀。林小友，多日不见，别来无恙，有劳殷宗主挂心了，不知殷宗主的伤可好些了？说起来，老夫还真是要感谢林小友你呢。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无法放下心中的执念，武道也不可能再进一步。但武道实力却毫无减弱，甚至略胜于伤势之前呢。哦，那可真是要恭喜殷宗主了。不知殷宗主为何会前来这里？其实老夫是来投奔林小友你来的。老夫率领门下一路来到荒域，却发现这里的形势却同样不容乐观。荒域中大部分地带都已经沦陷，唯一能够屹立不倒的，却是一座名为苍风国的势力。在我等打听之下，碰巧发觉这座名为苍风国的势力居然与林小友你有莫大的渊源，因此老夫便前来了这里。殷宗主以及贵宗各位长老都是武道界的前辈，能够前来这里是看得起在下，何必这么客气呢？既然来了，尽管在这里安住下来。林小友气度不凡，真是让人佩服啊。不过我等此次前来，并非也只是为了避难。此前我阴风鬼宗单独的力量太过薄弱，面对无比强大的一族，只能寻求自保，才会一路逃到荒域。但我刚刚听闻林小友你的想法，认为一味的逃避绝不是长久之计。现如今整个天武大陆面临异族的入侵，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身为本土武者，人人都应该肩负起抗击异族的责任。因此我同意林小友你的想法，如果真的要与异族争夺那件至宝，我阴风鬼宗绝不会袖手旁观，愿身先士卒，助林小友你一臂之力。殷宗主真乃豪杰。殷老鬼，真没想到这番慷慨激昂、舍身取义的话语，居然是从你的口中说出，果然是士别三日，盼刮目相看的。你这老家伙，少说风凉话啊！连我阴风鬼宗都做出如此选择，你们四象神功莫非要当缩头乌龟吗？那怎么可能啊！四象神功再怎么样，也不会被阴风鬼宗给比下去。这一战，我们是必须要参加的。算我黑暗神教一个。各位，以往的我们都有着各自的门派立场，无论是抢占地盘还是争夺资源，都只是为了自己门派中的发展。但自从异族降临在这片土地上那一刻，我们身为这片世界中的武者一员，便只剩下一个立场，那就是抗击异族。简单来说，这一次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在此之前，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能够战胜异族的希望十分的渺茫，甚至不足1/1000的几率。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离开这座皇城，很可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全部的人，都很难再回来了。如果大家有不愿意参与此战的，尽管退出，绝不勉强各位。林少侠如此年轻，简直天赋如此非凡，如果能够活下去，本该有更为璀璨的未来。可是面对这场劫难，却选择挺身而出，连林少侠都不怕死，我们这些老骨头又有什么好惜命的？不错，100年身后一丘土，人事高低争几多。与其在这里苟且偷生，倒是不如与异族轰轰烈烈地战上一场，那样也不负我等武者之名。各位前辈大义，在下佩服。